们现在开始上课了。那刚才没有看到的，再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刚画完的一张。但是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如果你们侧面要学这个案例的话，就是或者是学完之后想临摹这种的话，我的建议是临摹左边这个小姐姐，因为她的五官就是比较她的表情比较常规一点，啊。右边这个它稍微它难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是一个嘟嘴，它就是嘴巴嘟起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难画一点。还有一个是它眼睛是那种非常规的眼神，因为它你看它是低头，但是往上瞟的，有点往上翻啊，这个眼睛它鼓鼓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稍微难画一点，而且它是一个内双，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单眼皮也可以，所以它的难度相对大一点。这个难度其实小一点，挺圣诞的啊。我画完了以后就给它加了一点圣诞氛围。看看这个，还记得吗？还能画出来吗？我感觉你们画过一次啊，再去，你如果回去又复盘了，又把它重新照着那个原图啊去复盘过，应该以后就可以默画出来了啊，可以默写了。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五官啊，讲一下五官的画法。五官呢，它就包括，对吧？眼睛、鼻子、嘴巴、眉毛、耳朵，这五官。然后呢，我找了一些真人的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啊，或者是我收集的一些五官的那个照片，跟五官相关的照片。我的电脑有点慢。眼睛，你看，眼睛啊，眉毛啊，嘴巴，这也是一个眼睛啊。像这种素材，你们一般去哪里收集这种素材呢？我的建议就是一些声音小啊，你把那个音量开大一点呢。我应该已经对着讲了啊，我看一下我有什么声音小吗？我这里没法调啊。我这边的音量呢，我都调到最大了啊，还可以是吧？小啊，不小。如果你们觉得小，你自己把手机把你的设备调大一点啊，把设备调大一点，因为我的麦已经对着嘴了，然后我这边的所有的那个音量啊，什么麦的音量已经调到最大了。那就继续了啊。对，像小红书上一般会有什么啊？它除了这种绘画素材以外，其实我们可以在日常中收集很多素材，比如说那种什么睫毛膏的广告啊，是吧？像这种就是那种美瞳的广告然后还有各种唇膏，就口红啊，然后这种各种口红的这种广子啊，这种啊，像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美瞳还是属于那种什么睫毛生长液什么这种的。那我们平时多去翻翻这种，挺有用的啊。一个是你也可以自己在什么变美啊、化妆啊这种事情上面可以多很多的资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为我们画画收集很多的素材。
你像这种，啊，这种情况大家见过没？你看下睫毛是这样竖起来的，这个在医学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倒睫，也就是睫毛它本来应该是往下翻的，它结果往里面倒了啊，倒进去了，倒到那个眼睛的眼球里面了，对，这种倒睫。但它其实是一种在亚洲人里面，或特别是在小孩子啊，在小孩子的群体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而且它是在某一些角度啊，它在某一些角度，或者是当你的眼球转动啊，转到某一些角度的时候啊，或者是观察者从某些特定角度观察，会观察到这种倒睫的现象。比如我画的这张，它就是这种情况啊。我最新画的这个圣诞的这个图，你看这个小姐她就是一个挺明显的倒睫，对吧？她睫毛你看它就不是这种往下翻的，它是往上竖起来的，它就是这种往下翻的啊，因为它是这种，因为它的眼球整个是往上转动了。大家要知道，眼球不是凭空长在眼眶里的啊，否则它滴溜溜乱转怎么办？它的眼球后面有，比如说视网膜啊，或者是各种膜啊，它是牵动着，它是后面有各种的这种生理组织啊牵动在这个你的这个眼眶里的，所以你转动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皮呀、你的这些啊组织都会跟着它有一个牵引的牵动的效果。所以它往上这么一转眼球，它的像这种卧蚕啊，这种下眼睑就被带上去了啊，会被带上去，然后这个牵拉以后，它的睫毛就不会一个自然下翻了，就会被牵着往上走，就会往上。你们也对，你们也可以就是照照镜子啊。我建议画画的孩子们，就是平时没事摆个镜子在自己的旁边，经常观察观察自己啊。或者如果你身边有人，对吧？如果你是住寝室的啊，有室友啊，对吧？或者是有什么啊身边的朋友，可以让你近距离观察的，就是多多观察啊。你看像这种，就是一个常规的，像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睫毛被处理过啊，被人工处理过的。那它不仅有这种，它可能还有接种或者是自己贴下睫毛的情况，然后还有带这种假睫毛，然后并且是把它自己的睫毛有人工处理过，比如说用夹子把它夹的翘起来，对吧？或者是用电的把它电的往上卷翘了，然后还刷了睫毛膏，然后这一层应该也是那种假睫毛啊，真假睫毛混合在一起，假睫毛一贴就往上翻，形成这种太阳花式的睫毛。你看像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自然的啊。自然的素颜，比较素颜的情况，然后你看它也有一些这种倒睫的情况，看到没有？好，所以大家就是画画的孩子，我就建议你们多多观察，多多观察身边的一些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灵感，而且会让你的画面变得有一些有趣的点和跟别人不一样的点。还有舌头啊，然后这里有一些外国人的眼睛，我们今天讲眼睛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示范不同的这种基因啊导致的就不同的这个眼睛的形状，这种怎么去画它，一些特征大家怎么去观察它。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写实画法啊，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偏那种有点偏二次元的，就是漫画插画式的画法，所以像插画、漫画二次元这种画法。它一定要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种东西它反而更有风格呢？更容易形成风格呢？对吧？你去看那些写实的作品啊，它如果不在色彩，它如果不在色彩上面和一些比如特定的肌理啊，就是笔触的处理方法上面去做一些有辨识度的动作的话，你很难迅速的发现就是写实画法的这些人的那个个人风格。你可能是得比较内行人啊，才能够，或者是你对这个画家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了，你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分辨出这个人的个人风格。但是如果是你看这些二次元的东西啊，看二次元、看漫画、看插画这一类的这种美术作品的话，你可能会更加容易
更加容易、更加快的分辨出所谓的个人风格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的写实，他在不写实的基础上面啊，他在对于真实世界的观察上面有一些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提炼的方法啊，还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自己的审美加进去了，然后有一些概括性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他做了概括，有一些东西他做了夸张，有些东西对吧？他做了变形啊等等，就是因为这种手法可以更丰富啊，它不拘泥于这个写实的框架以后，它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多。那所以你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有特点，容易记住。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会问到我啊，他们会问到我，哎，老师，为什么我画画的时候总是画着，我如果对着照片画，画着画着就会去模仿那个照片，最后往写实的方向去奔了啊，会被那个照片带走。然后我画出来呢，因为我的功底又达不到那种画写实画的很形很准啊，画写实画的非常的实，又做不到那种程度，但是又画不出那种漫画呀插画的那种美型感，对吧？就是两边不靠，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纠结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们要清楚啊，你们要清楚这种现实的东西是我们的一个观察的来源，是我们观察的基础啊，它是一个基础。但是呢，我们要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提炼它，也就是说，你要在可能是你要在大量的练习中去凝练出、概括出一种熟练的手法啊。这个手法你如果越熟练自己画的越多越熟练，它越能成为你的个人风格。你看，比如说像这个侧面眼睛，对吧？你可以对标这个眼睛，它眼球就是那种鼓鼓的像这个也是就是那种鼓鼓的。当然你看的方向不一样，它会更不一样啊，它鼓的程度会更不一样。你看像这个嘴巴，像这个嘴巴它是嘴唇是很柔软的，对吧？它叼了2个樱桃，它就会在这里会挤压出一些这种这种凹凸感。那比如说我这张就这个吸管，在这个吸管咬住吸管的这个挤压下，这个嘴唇也会有一种被它压住的感觉。然后嘴巴像这种嘴巴画的，你各种质感呀，哑光的水光的对吧？现在的女孩子就是这么多的美妆产品。那像我这张图，它就是我在同一张图上就呈现了2种不同的嘴唇质感，一个是这种水光感的，一个就是这种哑光感的。所以这些大家都是平时多观察、多积累，然后自己爱好生活你自己如果是一个这种美妆小能手喜欢爱美、喜欢化妆的，对于你画画会更有帮助。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会画画的，你更加的就是注意观察很多的这种体积体积、阴影、颜色，对吧？怎么表现，反过来也能够作用到你的日常的这个变美上面。好，我们就先讲一下。好，看了这么多的案例你看我其实这只是我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因为最近我有更新，就是有收集新的图，但是还没有把它来得及放到这个文件夹里，所以它不算是特别新的。但是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收集了非常多然后我这个人是就是取向非常的就是审美取向非常的丰富就是上到80岁，下到8个月，我可能都会那啥像这种小朋友，你看我就会觉得哇，他的睫毛好长对吧？然后他这种淡淡的眉毛，这种嫩嫩的感觉，包括他这个胎毛，小朋友的胎毛这些都是会触动到我的点就是有点变态，不知道为什么存别人家小朋友的照片，可能你们画久了也会变成这种小变态就是大家的取材的那个方向可以更多元化一点我有时候也是会偷拍我们家小朋友或者是偷拍小朋友的同学觉得特别他那个哭起来眼睛红红的很好看把它拍下来
下次画的时候那个画颜色啊，就想照的那种感觉。你像这种它是什么？这种是无意中，比如说我在听那种什么音乐平台，对吧？听那些找歌单的时候，就是无意中看到那种歌单的封面，我也觉得很好看。我觉得这个牙齿，对吧？这个箍的这个矫正牙齿的这个东西还挺好看的，但它像素很小啊，那我也不管，我就把它截图截下来，哪怕它不清楚，这个仍然是可以作为一个画画的一个素材。所以大家就是在平时的观察中也可以啊，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你也不用说一要画画了就去小红书上找素材了，那样的话有点临时抱佛脚。就平时我们打开自己的思路，你像包括这个，有人能看得出这是谁的眼睛吗？看得出来这是谁的眼睛吗？这两张，这是我考古啊，我考古一个电视剧，就是《仙剑》，我有一段时间剧荒了，对，我有段时间剧荒了，我就去看那个《仙剑》，看胡歌和刘亦菲那个版本的李逍遥，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剧的导演他特别喜欢怼脸拍，特别喜欢怼五官拍特写，他这就是那个本来的那一帧就是有这么大啊，我就无意中瞟了一眼，哎，发现他怼了一个这么近的五官，我就立刻截图截下来了。所以你看，我发现什么？我发现胡歌的这个眼珠里面，他的虹膜里面，你看有这种小的像黑痣一样的这种色斑，这种小的斑块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其实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哎，也可以加一些这种小细节，会让你的画面更加的有趣。你看，包括这个也是，这个是那个谁的，林月如那个安以轩的那个，我就发现哇，这个谁说我画的睫毛太长了？你看人家真人睫毛也有这么长，他下睫毛，我就觉得这个下睫毛好漂亮，啊，我就把这个也截图截下来了。所以大家啊，也可以这样子，你们可以多的观察身边的东西。然后用各种方式啊，偷拍啊，截图啊，对吧？就是影视剧啊，像那种什么歌单啊，就是国内的、国外的啊，各种平台的，就是这种都可以。不一定我们画画找参考，不一定要找那种。我觉得就是对大家，特别是如果以后你们要做画原创的话，对大家影响最不好的。就是你去找一个现成的人家摄影师和模特啊，或者是那些颜值博主啊，那些博主们自己已经拍好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图。但是现在，你们会被平台上这种风气影响，就是包括我问到大家，你们说觉得想要画照片，对吧？就会有很多，比如说某个博主，哎，他拍了一张出圈的照片，就很多人都来画这张照片，大家非常容易被这种形式所带跑啊。就感觉好像画画就是得画这种，人家摆好了，弄好了，光也打好了，颜色也给你调好了，照片也修好了，角度都弄好了，你就照着画就行了。所以这种反而这种我存的没有那么的多，我经常会去，比如说在看剧啊、看视频啊、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我经常会去截图啊，它的某一帧，它的某一个瞬间，我更喜欢这种，包括你们会看到我，比如说画这种，嗯。画这种热门的题材，或者是画一些影视剧的，画一些这种影视剧的这种算是什么周边啊、同人啊这种啊，我也不是完全去照着那个照片现成的照片去画的，我会把我喜欢的那些瞬间都放到一起啊，我会或者是我会先有个构图，然后再去找啊，我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再去找它相关的角度啊，就是相关的这种这种动作啊，然后再去加上自己的发挥去画。当然这个是对于新手来说啊，对于新手来说现阶段是有点难，所以我们是可以从画照片开始啊，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啊，从现在开始，从你想画画开始，你就可以在收集素材的这个方面打开思路，就是采用更多的思路和手段去收集素材，不一定要去找那种人家都拍的正好的照片啊，也可以是一些局部，也可以是某个瞬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简单的，我先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
过一下这个五官里面，因为我们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提到啊，这个地方要怎么画怎么画，所以有一些这种名词啊，有一些这种专业术语这种名词，希望大家就是先大致的了解一下。比如说眉毛，对吧？比如说眉毛啊，我们会说眉头、眉峰和眉尾，也叫眉梢啊。然后这个不太常说啊，就是从眉头到眉峰的这个眉头就是眉毛的开始啊，开头。然后呢，眉峰就是眉毛最高的点，最高点。然后从开头到最高点的这个过程啊，这一段像爬坡的这个过程啊，也叫做眉坡，但是这个我们不经常说，所以我们大概只要知道记住眉头、眉峰和眉尾就行了。然后顺便讲一下，眉毛有非常多的，也有非常多的这种表现形式哈。你们看，有的这种艺术家他会把眉毛做成这个样子啊，也会。然后不同的人的眉形会各不相同，所以大家画眉毛呢，以前的那种二次元，以前二次元比较就是特别早一点的古早一点的二次元，基本上就是一根线，对吧？喜欢用一根线去表达眉毛嘛。啊，就对吧？男生就画这种一根线，然后女生就啊可爱一点，画成这种。我们以前看漫画书里面就这种的比较多，小时候啊，什么哆啦 A 梦里面那些有没有眉毛啊？应该也有的吧。然后到现在啊，像这种插画就画的越来越细，对这种细节的观察越来越多，大家也更喜欢去画那种更真实的这种质感了，就是有一个毛流感啊，眉毛的毛流。所以呢，我这里有4种，你们可以看啊，我这里画了4种眉毛。当然现实生活中啊，远不止这4种。那第一种是比较常见的这种亚洲人的眉毛，它是有眉头啊，然后长着，你看它的生长方向啊，它是刚开始前面几个是往前，然后到了后面它开始顺着了啊，开始顺着这个，比如说这个眉毛就是大走势是从左往右这样一个走势，对吧？好，它刚开始是逆着这个走势的，逆着这个大方向的，大方向是往右边，它刚开始是可能会往左边甚至往上面长，但是长着呢，它慢慢的开始顺了，它前面像一个扇形，然后倒下来之后，对吧？它到中间它会倒下来，倒下来之后，它其他的更多的眉毛就跟它汇入主路，汇入主路。然后到眉峰的时候，这边的眉毛长的位置高一点，而且上面的眉毛它占据的位置会多一点，长一点，往下盖住它。然后下面的眉毛是短短的、小小的辅助在边上，然后最后呢形成一种尖尖的这个眉尾。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眉毛的画法啊，当然它比较复杂，比较难画，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难画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扇形和后面的这个这是它的毛流啊，它的流向和后面这一段眉坡这一段是最难画的，和眉峰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衔接，很多人画不好这一块。好，那么还有一些简单的方案啊，你像这个眉毛，它就是没有明确的眉峰，看到了吗？它的有的人的眉峰就没有那么三角形，它这块三角形是缺失的，这种眉毛就比较适合用来画那种女孩子啊，或者是英气一点，就是那种古风美男子啊，书生感的，这种可能就是比较将军感的这个就是邪魅一点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大的这种三角形的走势，前面粗后面细，甚至你的尾巴还可以这样去处理戏剧性一点，让它往上吊着走。现实中长成这样的眉毛的不多啊，不太多。那现实中很大部分，特别是亚洲人的眉毛，到了后半段都会从上往下长，都是这个方向的。但是你们看这种眉毛啊，它其实是统一方向，它全部都是从下往上一个方向。但这种眉毛它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的，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老外会有这种
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找一个，你看这个老外的图，因为老外的眉毛他们比较软，外国人的发质和亚洲人的发质啊，西方人和东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毛发都是细软的，所以它长出来的比较贴身体，比较贴头发也比较贴头皮，眉毛也比较贴脸皮啊，比较贴眉骨，它贴着长就会长成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中国人就是亚洲人，他是没有那么贴着长的。你从侧面观察你的眉毛，它是从你的皮肤，比如说这个是侧面啊，你的眉毛会是这样呲出来的，对吧？你的眉毛从侧面它是会垂直于你的皮肤生长的。但是如果是老外的话，它是这样贴着的，它贴皮肤的情况更多啊。不知道我这样画你们能不能理解？好，那么这种情况啊，它虽然是比较偏向那种老外的眉形，但是我们画在插画里面啊，画在创作里面都是完全可以用的啊，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而且它是一种比较有特点的眉形，所以这种眉形，比如说我自己在一些创作里面也会用到啊，比如说像这个。像这张图啊，这两个男主，你看他就是从上往下长的这个比较多，那么他就是虽然也有啊，也有一点，但他的眉形我会让它细挑一点，眉峰没有那么的强烈，会往上挑。然后我早期的一些图，我翻翻看啊，像这个我记得那个美战系列，因为美战画的就是老外嘛，他们那个金发碧眼的，你看他的眉毛。它的眉毛的走势就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从下往上长的会比较多。这个是眉毛。那同样的，你看下面这两条，它其实就是形状和上面对应，但是眉毛的长势呢是反过来的啊，毛流的那个方向是反过来的。下面这个就是你也可以画眉峰，它也有眉峰这个是没有眉峰，但是呢，它下面这个眉毛你可以画所有的长势都是从下往上，对吧？它的毛流的流向比较简单那么这个右下角这一条呢，它的毛流的这种走势它的那个长的特点就跟第一条比较像它是这里有一个扇形，你看有一个扇形的感觉，然后到了这边它有个过渡，它刚开始从下往上长，然后过渡到这里就从上往下了，看到了吗？所以它的组合方式有非常多非常多，大家就记住这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组合方式。然后我们再来看眼睛，眼睛有几种，有一些说法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可能因为有不同的老师他的叫法会不太一样，有的是比如说是从美术学的方面去讲的，有些是从医学的角度去讲的有的是比较偏日常的这种说法就可能会混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表述不一定就是有那么的精准，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明白就行。如果你们以后去到别的老师的课，他们的讲的那个名称不一样，你们也没关系就是懂就好。你看这个眼睛它分成像这个大的，首先它是眼眶眼眶就是眼睛的一个外框，它分成上眼睑和下眼睑，对吧？也就是说上眼皮，我们有时候会说上眼皮和下眼皮上眼皮的这条线，和下眼皮的这条线包裹起来就变成眼睛的形状，我们说的眼型然后呢，这个下眼睑它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小段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叫做内眼睑，知道吗？内眼睑是
是啥呢？就是我们眼皮是有厚度的啊，大家去照着镜子翻开自己的眼皮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段这个像一个小平台一样的东西啊，这一段就是内眼睑啊，就是一个像小肉条、小平台，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眼皮的厚度啊，它是一个内眼睑。通常来说，其实上眼皮也有内眼睑的啊，上眼睑它也有这个内眼睑，就是里面翻开里面。但是呢，因为平时的拍照角度或者观察角度啊，上眼皮的内眼睑能看到的机会不多，通常都是下眼皮会被看到的比较多。你们看，就是这个东西啊，就这条小肉条啊，小平台，它像一个小台阶一样，它是蛮平的啊，它是一个挺平的，然后你能感觉它是有厚度的，对吧？然后你会发现睫毛是长在哪里的？它这个小平台它会和外面的这个下眼皮的这条线形成两条线，你看这里有一条线，下面也有一条线，这两条线啊，一个是内眼睑的这个线，一个是外眼睑的线。那么睫毛是生长在外眼睑的啊，睫毛的生长点啊，很多同学啊，不要画在这里面，不要从这里面长出来，是从这个地方，那睫毛的生长点是围绕这条线长出来的，而且睫毛它不是一排排整齐的长出来的啊，它可能是它的生长点它是会随机分布在大概这一片面积，它不一定是一整排啊，它有的靠上一点，有的靠下一点，是这样生长的。所以要注意，我们画画的时候，因为现在的画插画也很卷啊，像这种细节它都会画的很细，虽然不写实，但是很细节，你们能懂吗？家人们能懂现在的这个插画有多卷吗？我可以不写实，但是现实中你能观察到那些细节，其实我的画里面都有啊，就这些东西它是会画的啊，而且有的时候会画的很漂亮，有的人会去抠这里面的质感细节，所以这一段你不能把那个睫毛画在这一段啊，你得画在这条线的外面。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啊，像这个里面内眼角，这个靠鼻子的、靠鼻梁的这个眼角叫做内眼角啊，靠外面的、靠太阳穴的这个眼角叫做外眼角，它们也分别叫做眼头和眼尾。然后靠近内眼角的眼球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区，你们看到这个眼睛里面也有啊，红色三角区。然后看这个三角区。这个它是有一坨小肉肉的，对吧？这坨小肉肉与众不同啊，它既不是那种外表面皮肤的质感，也不是这种眼球的质感，它就是肉了吧唧的，有点那种黏膜的那种质感啊，它叫做眼腹，它叫眼腹啊，有的人也会把它叫做泪腺，都可以啊。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呢，经常就我可能会说眼腹，会说的比较多，或者是会说这个地方有个小肉肉啊。我能说这个会说的比较多，所以你们看这些地方也是有的，也是会画到的啊，也是会画到的，所以很细节，就是现在插画啊，卷卷的啊，很细节。然后呢，再看看这个什么叫眼裂？什么叫眼裂？啊，除了眼裂，你们到时候后面还会听到像口裂啊这种啊，就是它但凡是裂，裂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裂开的，可以打开的啊，是可以打开的一个口子。所以这个眼裂就是指上眼线和下眼线它所包裹的形成的这个裂缝，这个口子啊，开口的，你也可以理解成它的一个高度、宽度啊，高度。比如说，如果我的眼睛我是眯眯眼、小细长眼，对吧？如果我是小细长眼、眯眯眼，那么我的眼裂小，这个就是眼裂啊，就小。如果我是那种圆圆眼啊、大圆眼，这个就是眼裂，眼裂就会大，就会高，就是指它裂开的这个这个程度。包括那口裂也是一样啊，你比如说你不把它想象成眼睛，你把它想象成嘴巴，对吧？嘴巴打开的这个程度啊，到时候就会说成是口裂。然后下面卧蚕啊，卧蚕这个东西，就是终于真的也是在近几年啊，我感觉可能是
近10年之内吧，才开始被美妆界所重视起来。其实，在更早之前，卧蚕这么可爱的东西啊，在直男眼里它就是眼袋啊，有的人啊，甚至是，对吧？或者是一些直女啊，直男直女的眼中，会把它跟眼袋傻傻分不清啊。卧蚕就是这样一条鼓鼓的贴着你的下眼皮啊的一条这个鼓起来的这个脂肪啊，就是一个鼓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你看是这个东西啊，鼓起来的。那么眼袋是啥呢？哎，眼袋就是它下面还这个东西啊，下面就是如果我下面还有一条这个，那这玩意儿才是眼袋啊。眼袋是坏人，卧蚕是好人啊。如果用从小朋友的世界观看的话，啊，卧蚕是好东西啊，它能够增加你眼睛的立体感，而且呢，就是卧蚕饱满的人的话会增加他这个人的幼态感，就是看起来会比较的胶原蛋白比较充足嘛，啊，比较可爱啊，比较幼态一点。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卧蚕会让人的眼睛在视觉上有个放大的效果，它其实就像你的双眼皮一样，你看你的上眼睑的上面多出来的一条线，对吧？一个结构，你看人眼睛，你就会觉得他的眼睛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这条线开始的。那么卧蚕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一个人的卧蚕很明显，他这里鼓，他下面就会有一个阴影，对吧？通常来讲，下面会有阴影，因为天光是从上面下来的嘛，它这里有个阴影。好，那么这条线呢就会被视觉囊括到这个眼睛的范围里面。那么你大概看起来你的眼睛是这么大，就有这么大啊。如果你是一个单眼皮，再加上你下面比较平，没什么卧蚕，那人家感觉你的眼睛只有这么大啊。所以现在你们会看到现在的网红小姐姐啊，就是那些博主们啊，或者是化妆高手，他们画卧蚕挺下死手的哈。他们画卧蚕恨不得在这里画一条很黑的颜色。当然这个东西啊，你肉眼去近距离社交距离去观察，你会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活在那个网络上嘛啊，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他只主要靠这种要拍照啊，对吧？啊，拍照啊、上镜啊这种就是展示的更多，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化妆你画的下手重了啊，但是你可能过了镜头是刚刚好的。哎，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很厉害的那些美妆达人朋友来见你的时候，你觉得他下面这个画的太重了，你先不要着急，可能跟就是你们俩拍个合影啊，合照完了以后，他就不用修了，你还得再加一点啊，扯远了啊，就是一不小心又说到了化妆小技巧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看里面这些结构啊，里面这个结构啊，像这个大的叫眼白或者是眼球。啊，因为有的同学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眼球啊，其实眼球它是一个大的，就是指整个这一颗球。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种BJD 娃娃，就是那种球形关节人偶，对吧？它那个眼球眼珠子，你们如果要给它换眼珠子的话，它是一颗大的，它其实是一颗大的球啊，它是一个大球，是一个球体。然后呢，它可能有这么大，它只不过被你的这两层眼皮啊，你看你这两层眼皮，上面一层眼皮盖住，下面一层眼皮盖住，你这个东西你就看不到全貌了，你露出来的部分，那你露出来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眼白。它其实眼白它整个有一颗球那么大啊。好，然后呢，有的像眼珠和眼球啊，眼珠和眼球这两个概念没有分的那么的细，有的时候讲起来会有混淆。比如说刚才我也说眼珠啊，眼珠鱼目混珠珠子，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微妙，我们就懂就行啊。汉语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语言，它没有办法指代的那么的精确，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大的叫做眼球，然后眼珠呢，我们用来指这个小东西。指中间的这个小的，这个啊，那它也可以叫虹膜，也可以叫虹膜，或者叫黑眼珠啊。如果是画亚洲人、画东方人，
我们就说黑眼珠，就中间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眼珠或者叫虹膜。啊，虹膜其实也不完全啊，它还有个啥东西啊？虹膜其实是虹膜、眼珠和瞳孔，它们三个就是虹膜加瞳孔就等于眼珠。虹膜是什么？除了瞳孔，那中间还有一个叫瞳孔，瞳孔是这个东西最小的，是这个东西啊。虹膜呢，它是除了瞳孔以外的这层带花纹的这个面积，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虹膜，把它理解成什么？理解成一片美瞳，可以理解了吗？啊，理解成一片隐形眼镜，一片美瞳。你美瞳做的再花哨啊，你中间这个是挖空的，对不对？因为美瞳中间如果有颜色，或者是颜色太重或者什么，它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了，你就看不到，你就瞎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视线啊，就是靠这个瞳孔来决定的。在旁边的，哎，它好像并没有参与我们的观察啊，其实我们就靠这么一个小孔就能看到东西了。所以虹膜呢，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隐形眼镜啊，理解成一个美瞳就好了。那么你看不同的，你像比如说像那种西方人，他们的色素比较少，比较浅，他们的这个虹膜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花纹。然后东方人就会那个一点啊，这里我感觉他应该是做了艺术处理，做了处理。哎，你看他这个老外的眼睛的眉毛，你看这个毛流是不是？这个毛流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就顺向的同一个方向的比较多，对吧？啊，像这个你看，像刚刚那个胡歌的那张，我再找找啊，图太多了，找不到就算了。好，随便找一张，你看这张，你看它的这个瞳孔啊，就是中间的最深的这个黑色的小点点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会放大缩小的。你看它在这张图里面，它是比较大一点的，对吧？但是你看这张图，这张图的瞳孔，它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看到没？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大大的啊，不一样。你看这个很小，这个人的瞳孔它很小，像刚才我给你们看的胡歌的那张很大啊，这个也比较大，你看这个也比较大。胡歌呢？那再给你们看一个，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对吧？你看它的虹膜上面也有这种小痣、小点点，然后你会看到它虹膜的颜色很漂亮啊，它是从黑色到棕色，然后再到黄色，再到外面有点浅蓝、浅绿的这种感觉，就很有层次。所以虽然说亚洲人的虹膜会那个一点，颜色深一点，但是比如说你在充足光照的情况下，哎，它也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颜色，只要你去观察。好，那么我就说了啊，充足光照看到了没？为什么他的虹膜、他的那个瞳孔这么的小哈？胡歌来了，你看看这张，这个是不是很大？你看胡歌这个是不是很大？就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变的啊，所以你发现有大有小，并不是说你这个人的瞳孔长得小，我的瞳孔长得大，它不是，它是会变化的。比如说你们在医学里面啊，那个法医验尸的时候扒开看，然后瞳孔已经放大啊，这个人已经没救了。也就是说，这个瞳孔啊，它是会放大缩小的啊，它就根据你的眼睛的进光量，它会调节。如果你在一个很暗的这个环境下，你就会想要更多的光能够进来，你会自动调节，那么它就会变大一些。它大了，它的受光面不就多了吗？你就能看得清楚了。好，如果是那种大太阳的情况啊，光照很强，它就会缩小一点，就会缩的小一点，就是防止我眼睛被强光伤到。所以我在猜啊，我个人有一个不一定科学的猜想，就是可能对吧？人在去天国之前，为什么瞳孔会放大？可能就是他的视力减弱了啊，他的眼前肯定应该是越来越黑，他应该看不到东西了，所以他的瞳孔就是想放大，想要看到更多的啊，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嘛。好，那么这个瞳孔的大小在画画里面啊，在画画里面如何去表现，倒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不需要那么的科学，
你不需要那么科学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画光影，对吧？你像胡歌这个为什么瞳孔这么大？因为他肯定是在棚里面拍摄的，这张照片肯定是在棚里拍摄的，就是那个棚是一个比较暗的，然后你看他这里反光，你看眼珠里面就是一个单灯，单独的一个电影灯，一个灯，所以这个光照其实是比较弱的一个光照，它整个环境是暗的，他这张脸就是靠一个这样的灯把它打亮的，所以他的那个也是啊，而且有很多，比如说你闪光灯一闪。其实在闪的那个瞬间，虽然进光量很强，但是你的眼睛没有反应过来，它还是一个瞳孔还是一个张开的状况，否则你不会觉得那个闪光那个瞬间特别的强刺眼，对吧？如果你不觉得刺眼，说明早就调整好了，就是没有调整好，还这么大着，它一个强光一闪，你会觉得刺眼啊。所以有的时候，哎，然后有的时候我刚才一闪而过，一个闪光灯闪过以后，眼睛会产生一个红眼啊，就是瞳孔的这个地方会变红，就是所谓的红眼。然后这个东西呢，在那个做相机啊、做闪光灯的，就专业人士，做相机的那个人的眼里看来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会尽量想消除这个东西啊。想消除红眼这个东西，比如说它会在闪光灯，为什么？然后像这个，就为什么很多专业的相机开闪光，它会先闪一下，再闪一下，再闪一下，会连闪，你们知道吧？包括像比如说那个手机拍也是，闪光灯它可能前面有一个短暂的常亮，先亮个半秒钟，然后再闪，对吧？它会拉长这个闪光的时间，或者是提前透支几次闪光的次数，好让你的这个好让你的瞳孔啊先去适应它、调整它，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红眼珠啊。但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个放到画画里面，它反而是一个灵感来源啊。艺术这个东西，你看像这个，他特地把这个红眼珠照出来，你觉得也挺好看的，你不觉得它可能会哎你觉得奇怪，但是有的人会觉得特别，有的时候奇怪特别它就是特色啊，它反而就是特色。所以我有时候你们会看到我有时候我的画里面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像这张，对吧？我给他们都画了这种闪光灯闪过以后的这个红眼啊，所谓的红眼，然后这只没有闪，这只没闪到，啊，这随机出现的，就是一个小设计啊，一个小设计。那么从这个红眼，从这一点你可以发散出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出现别的颜色呢？如果我把它艺术化的去展现的话，那也是不是也可能？比如说啊，像这也是红眼啊，像这也是红眼，那我可能我如果把这个红色换成什么蓝色、绿色、白色，是不是也 OK 啊？其实也 OK 啊。那像我这张，我就把它换成一个蓝色的瞳孔，蓝色的反光的一个瞳孔，然后瞳孔边边还给它加了点这种粉啊，好这种玻璃质感的这种东西。所以这就是，有一句话嘛，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高不高于不知道，反正咱们可以为所欲为啊，可以为所欲为，就是你只要，对吧？你只要想到了这个点，你可以从这个点再去发散，再去扩展，然后延伸变成自己的一个小小特色小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接不接受，你可以看大家的反馈，对吧？你如果做的挺巧妙的，挺有趣的，人家能接受。当然，如果你过于为所欲为了，大家都不接受，那你可能要收一收。好，眼睛啊，眼睛就讲完了啊，眼睛就讲完了，我们再来讲一下耳朵吧。啊，耳朵的话呢，我们要记住的这个专业名词有点多啊，有点多，但是就是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挺复杂的，挺复杂的，没有什么必要。嗯，像这种耳周啊、三角窝啊这种地方，没有必要去记它，但是你得知道。那么现在大家就拿起笔啊，现在我们就拿出笔，就是这么的突然，我们现在就来画一个耳朵。现在就来画一个耳朵。耳朵对于很多画画的同学们来说，准备好了吗？拿起笔啊，
你们要是那啥有的同学就是器材没到，你拿个铅笔也可以，拿个笔啊，随便建一个 A4 的画布，随便建一个 A4 画布啊都可以，就是拿我说的这个铅笔套装里面的铅笔2.0。好，我们来画一下耳朵，来教大家背一下耳朵啊。上一节课我们背了米老鼠，对吧？我们背了米老鼠，背了哆啦 A 梦。这节课我们先把耳朵给它背了，因为很多同学觉得耳朵不好画啊，因为耳朵它是在五官里面最靠边缘的一个五官，而且它通常又会被脸、被头发挡住，那它，对吧？它是经常会被忽略的一个存在，所以它不是不好画，它是不受重视。而且它的结构，你看它就起起伏伏啊，鼓起来啊，然后凹进去啊，有各种挺复杂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不会画耳朵。你不会画耳朵，是因为你没有观察过，没有练习过啊，没有背过。我们今天把它背下来，你就会画了。来，首先耳朵，我们画一个耳廓，耳廓就是外耳廓啊，也叫做耳轮，也就是耳轮，就是耳朵的轮廓。随便你画成什么样的，你看。这个形状你都可以自己发散，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再像小学生一样画一个3字形啊。小学生很喜欢画一个3字形作为耳朵，我们就不那么画了啊。为啥呢？到后面我可能有机会再给你们讲。那像这种，它的这个耳朵尖尖比较高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精灵耳，把它叫做精灵耳啊，像精灵一样，成这种三角形的。然后像这个呢，它中间胖胖的啊。中间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小飞象耳啊，小象耳或者是小猪耳朵，它就是圆乎乎一点。所以不管是什么轮廓，它里面的结构其实都是一样的，看你喜欢啊，看你喜欢，这几种耳朵都可以画。我们就画一个，比如说小象耳好了。那小象耳刚开始你看往上走，然后画一个类似于这种半圆形，你看类似于这种半圆形的这种形状。但是它这个起点啊，它最高点就比较靠上一点，然后我们往下弯，这个是最开始的啊轮廓，这是外耳廓。接下来我们要画内耳廓了，内耳廓怎么画呢？我们要记住这两个东西，耳屏，耳屏啊，就是这里的一个小三角，贴着脸的啊，贴着脸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小三角，在它的中间，你看在中间画个小三角。跟你们说，耳朵是个好东西啊，为什么是好东西？你画的话就知道了呢，一个小三角。这个小三角叫耳屏。好，那么耳屏，它耳屏的对面有一个对耳屏啊，在它的对面有一个对耳屏，它也像一座小山。画完这两个小山呢，我们用一个小圆弧把这两个小山连起来。你看这里啊，就是有山有水啊，风水很好的地方。啊，我们死了以后可以埋在这里，这里风水特别好。你看有2座山，一个小湖啊，这地方风水极佳，好地方啊。接下来呢，好，接下来我们要画一个问号，我们要画一个问号啊，一个问号，这里你可以带入那个徐志胜的口音，画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呢，就不要跟它这个耳屏连起来啊，在这里画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啊，就是内耳廓啊，就是外耳廓、内耳廓，外面这条线，里面这条线，它包裹的这个问号，你就跟着你的外面这个外耳廓的形状走，走到这里呢，它快到耳垂了，你把它稍微放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画这个问号是为了突出这一段，是为了画出这一段的厚度，看到了吗？这个是你的耳朵的一个软骨吗？这是一个耳廓啊的这个软骨。好，这是一个问号啊，问号不是还差一个点吗？这个点呢，你就点在这个耳垂中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耳洞啊，这样这个问号就完整了。这可点可不点啊，点了它就是一个耳洞，你就
耳环就穿在里面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画一个 Y 字形，来画一个 Y。这个 Y 字形呢，你就把它你看它可以，它是一个弯弯的 Y 啊，跟着你的这个问号啊弯过来的。然后你把它的尾巴你把这个 Y 字形的尾巴和这个对耳屏连在一起，这是一个 Y。这个 Y 呢，这个 Y 字形就是里面的对耳轮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对耳轮。这个对耳轮每个人的长得不一样啊，你看它的这个 Y 字形，它是这样长的，看到吗？它的 Y 字形是这样长的。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自己发挥，你可以去观察自己的耳朵或者是别人的耳朵，看看它是怎么长的。每个人的形状会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些结构啊都是统一的，大家的耳朵都有这些结构，你把这些结构画出来，具体的形状你可以因人而异。好，但是它也是有骨头的呀，它也是有厚度的，对吧？你看我的这个 Y 比较像它的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 Y 字形呢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 Y 字形的字母饼干，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有厚度的东西，这是它的一个骨架，我们把它变成有厚度的，变成一个字母饼干。给它加点厚度，然后把中间这个最开始画的那根细线擦掉。它是一个胖胖的 Y 了，对吧？它就不是一个线条了，它是一个有厚度的。好，所以如果你们熟练了之后啊，这个 Y 字形呢就直接这样画就好了，就不用再画中间这个骨架了啊。字母饼干画好了。好，那一个耳朵我们就画完了呀，一个耳朵我们就画完了啊。最后你看它的这个问号的这个开头这里和这里，你稍微画一点小衔接，稍微画一点点小衔接，把这个宽度也给它画出来，一个耳朵就画好了。然后有的人耳朵这个 Y 啊，这个地方啊，它没有那么的深，有的人浅一点啊，那你可以把它这里画平一点也可以。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你看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耳朵的起伏，你看这个哪些地方是鼓出来的，像这个字母饼干是鼓出来的，然后外面这个轮廓是鼓出来的，对吧？然后这两座小山是鼓起来的，然后这里是一圈是鼓起来的，其他地方就是凹进去的。我们把这个鼓出来的和凹进去的，用这个简单的排个线啊，简单的排个线做个区分就好了。初学者我们不用画的太那个，排个线只是为了区分一下这个耳朵的起伏感、立体感，哪个地方鼓，哪个地方凹啊。至于你看我这里画的啊，包括这两边还有什么这种，大家如果你能力够的话，你再去画它具体的这个。对，我看有的同学画的已经很棒了啊。好，耳朵会了吗？来，我们再来一次啊，快速的再来一遍。那现在我们可以画个精灵耳呢。首先画个耳朵的形状，这次我们画个精灵耳，我们画个更夸张的，比它还夸张，好不好？画一个精灵耳，睫毛的夸张啊。好，然后呢，画两座小山画它的耳屏和对耳屏，这个我可以直接连起来了，两座小山和一个小湖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啊，这是我们的墓穴所在地。好，然后呢，你画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你就可以根据它的外耳廓去变形了。这个问号我们可以拉长一点，甚至你在这里然后把它这样尖过来。这个问号不要和这个对耳屏的小山去相连因为它是要连里面那个 Y 的好，问号画完了以后，再画那个 Y 字形的字母饼干。我们这次可以把这个 Y 画的形状给它稍微变形，它是一个这样的 Y， 可不可以？然后有的时候你像这个 Y 因为里面这个软骨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鼓，它会挤压到外面然后会有这种情况，然后里面挤出来一点，
你这个不就画的有层次了吗？对吧？有前有后了，看到没有？会有这种情况哦。好，画完了一个耳朵，get 到了吗？好，然后再简单的啊，给它分一下明暗，学会了没有？耳朵现在还难画吗？不难了吧？不难了啊。然后2座小山，一个小湖，然后一个问号，一个 Y 字形的字母饼干，就可以把耳朵里面的结构给它画清楚了啊。那像这个地方它叫耳周，你看多好啊，就是真的是风水宝地。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泛舟啊。这个地方叫耳孔，耳孔其实就是那个洞洞嘛。你挖耳屎的话，你就手伸到这里面啊，叫做耳孔。会了吗？好，耳朵背下来了啊。那么我的建议是，大家画这些形状的时候，这些线不要画的太死。你看这些线，你不要这样去画的太死，那就不好看啊。这里画的太死就不好看。线条要画的好看，就是有的地方你轻一点，有的地方重一点啊。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稍微卡重一点，这些地方卡重一点，其他地方你可以，你每一条线段不要从头到尾用一样的力气啊，这样就会比较好看。然后像这些地方啊，它其实只是一个凹进去的一个窝窝啊，这里只是一些凹凸起伏，它不像外轮廓那么的明确，所以这些线都不用画的那么的死板啊，轻轻的画就好了。好，耳朵直接就掌握了啊。好，我们再来看鼻子，鼻子也有一些说法啊，鼻子有一些说法，你看这个山根知道吧？大家知道山根是什么吧？鼻根、山根。鼻根呢是好像是比较偏美术啊和这个医学的说法，山根好像是比较偏这种医美，比较偏美容啊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们鼻子最低的这个点啊，鼻梁，这上面是眉毛啊，这上面是眉毛，然后从眉毛往下有一个最低点，这个最低点就叫鼻根或者山根。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走这一段啊，这一段叫做那个鼻梁嘛，这一段叫做鼻梁啊，然后鼻梁到了最高点叫做鼻头或者鼻尖，然后呢，它有2个啊，这个叫做鼻翼，这2坨装鼻孔的包裹鼻孔的那2坨叫鼻翼，对吧？然后这中间啊，2个鼻孔中间有一段这个东西，它叫做鼻小柱。或者叫鼻中隔，鼻小柱好像是偏这种医美的说法，鼻中隔好像是偏这种医学上的说法。它鼻中隔其实是就是把你的这2个鼻孔啊中间挡起来，它是通的，它很长。鼻小柱呢可能就是特指这一小段啊，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随便说鼻小柱、鼻中隔都可以，就指代的是这个那2个鼻孔的中间这个小柱柱啊，中间这一个小隔段。就把它啊这么叫，然后鼻孔啊不用说了吧，还有鼻子下面有一个人中啊，鼻子下面有一个人中，人中是指鼻子和嘴唇中间的这个啊一个小起伏，像一个小的屏风一样的这个东西叫做人中。然后呢，还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双 C 线啊，双 C 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不知道的双 C 线，有没有人不知道双 C 线的？双 C 线呢，就是指它是怎么，它就是指这个啊，那这里一个 C，这个 C，两个背靠背的 C 啊，我们在这个第一次听啊，我们把它叫做双 C 线。双 C 线是怎么形成的啊？因为你看鼻子两边就是眼睛了嘛，眼睛它是眼窝啊，它是2个眼窝。你看骨相啊，你如果看骨头的话，我看看我有没有那个，请出我的那个头，骷髅老师啊，你们不会害怕的吧？这年头应该没有人害怕那个了啊，把我们的那个哭老师请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找一下啊，好，
它还挺可爱的啊，这个它白白净净的。头骨老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凹进去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属于眼眶的部分嘛。然后呢，我们的眼球那2颗大球球是装在这个洞洞里面的啊，所以你看它从鼻子到这里，它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凹陷，所以就算我们的皮肤覆盖在上面，它也是会体现出这一点结构性的凹陷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对吧？你想象一下，它眼眶凹进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会出现2个这种结构性的，特别是像这种双 C 线，你看这个美女她隐隐约约有一点，那这一条，然后我们看外国人啊，外国人非常的明显，看到没有？外国人这一条很明显，所以双 C 线它比较多的出现在西方人的这个面相上面，不代表中国人没有这个线啊，中国人也是会有这个线，你看这个中国人他也有，他有这个线，但是不会那么明显，因为东方人的那个面部的结构没有那么的立体，而且软组织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在可能你自己身上或者你周围的同学朋友身上看不太明显这个双 C 线，但是你如果哪天看那个捞崴啊，或者你去看那些明星，其实之前那个比如说那个 Angelababy。因为它是混血嘛，它还挺明显的这个双 C 线所以这双 C 线在现在在现在的这个插画圈里面就是人像插画圈里面是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脸部的结构变得更立体，然后会让你的人看起来就是有那种混血感所谓的混血感就是会五官立体一点然后细节更多一点所以我是很爱画双 C 线的我是很爱画双 C 线的，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是那个，你看这个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双 C 线在鼻梁的两边但是没有鼻梁那么的宽。你们在现在的很多这个美妆博主的教学视频里面也会看到他们很多人扫阴影就会把这2条线给它扫出来。好，这个是耳朵这个是一个耳朵。你看它的这个耳朵这个 Y 字形的字母饼干，看到没有？它就比较鼓，它就把下面那个外耳廓给它压住了，但是它这个三角窝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明显，看到了吗？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就注意把这条线给它画清楚，这条线给它画清楚就好了。好，这个鼻子有2个线比较重要，这些说法呢都是有点像医美里面的说法，还有一个就是海鸥线，你们有听说过吗？没有听说过的，你可以敲个0看看有多少人没有听说过，听说过的可以敲个1。海鸥线有没有听说过？你看海鸥线，它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比如说切换到正面，你看像这个正面鼻子，它的海鸥线就不明显因为你看它这里断掉了。在什么时候海鸥线会比较明显呢？就是稍微有点低头，你看它这个有点低头的情况下，像它这个，那你的2个鼻孔和你的鼻尖就会连成一条这样的线，这个线像不像一只海鸥？看到吗？这就是海鸥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海鸥线，传说中的海鸥线。那么海鸥它的翅膀是可以它是可以动的嘛，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人的海鸥线呢，它比如说翅膀就是这样子飞得高一点有的人会平一点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有的海鸥这图比较平，都有可能。然后有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像这个，对吧？你看它这个海鸥，它海鸥卷起来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在某一些角度，它这个中间断开了
放开了。比如说我抬头抬的挺厉害的，那你的鼻尖啊，你的鼻尖这个圆圆的地方它就往上移了啊，鼻尖往上移以后，它这里就连不起来了，就变成2个鼻孔，海鸥的翅膀就掉到下面来了，会变成2个单独的鼻孔啊。所以这个是因角度而异的。那么我们在画插画的时候啊，画插画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写实和非写实的这个中间无法跨越，就是鼻子这块阻拦了他们啊，就是我鼻子到底画成什么样子。就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鼻翼啊，像这些全部都画出来以后，那恭喜你啊，你的这个画风啊，就离这个非写实啊，就离这个漫画感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啊。所以鼻子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成也鼻子，败也鼻子。我们如果想要画那种插画感啊，画出这种漫画美女、漫画美少女、美少年的感觉，其实鼻子这里一定要学会做提炼、做概括。最简单的，如果我们画正面，就只画海鸥线就行。画正面啊，只画海鸥线、双 C 线就可以了。你什么这些东西啊鼻梁啊、鼻背啊、鼻翼这2个括号都通通不要去画它，特别是鼻翼。鼻翼这2个括号你一去画它啊，你的鼻子立马就变粗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些我的范例，你看。虽然你看我们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它很写实，它有那种漫画感，是我的细节不够吗？你看我的眼睛里面啥都有啊，对吧？这种内眼睑啊、眼腹啊这些东西啥都有，但是到了鼻子，我会给它做一个极简的处理，我就只画了一条海鸥线，然后这里有点双 C 线，剩下的就是一丢丢像这种排线来表达它的这个小质感啊，或者是这种体积感，你不要也没关系，你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影响它。所以大家 get 到了吗？我们画鼻子啊，特别是画正面鼻子，没有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你看，只需要画海鸥线和双 C 线，剩下的你交给上色，剩下的你交给观众自己去脑补。get 到了吗？鼻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鼻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反而啊，那么反向操作，如果反向操作，我给这个美女，我看一下啊，我给她如果画上了鼻翼，你们感觉是不是？有没有？如果画了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不如不画？不是那个味道了，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啊？别去画它。所以还有很多同学就是会问我，哎，老师，我怎么去画一个人笑啊？笑怎么画呀？啊，你为什么你画的人老不笑或者是什么？你可以画笑，你看你把嘴角抬上去，他就笑了。但是你画一个人笑，你不要画什么？你画一个人的鼻子，不要去画他鼻翼轮廓；你画一个人笑，你也不要去画这条东西。你们观察到的真人他笑，哎，一定会有这玩意儿，对不对？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啊。你看我不画这条线，你就没有觉得他在笑吗？他就是邪魅一笑嘛，歪嘴邪魅一笑。对，但是你一画他，你说这个照片上有那么清楚？这照片上的鼻翼就是有这2个啊，就是有这2个括号啊。这就是画照片啊，这就是画照片的人的困惑，因为照片里的信息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取舍，你不知道如何取舍它，你不知道如何去提炼它，你会变成这样。它存在感那么强，我怎么能不画它？哎，你就是可以不画它，你不信你就画出来看看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知道啊，其实真人现实中是没有线的，人的脸上是没有线这个东西的，对吧？你看到这些线啊，都是侧面的轮廓，它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条线就变了，这条线就变了，它不是人的身上不是真的带着一条线的。所以说，那么你要把一个线画出来，它是指向性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概括性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它特别是在你这种比较简单的绘画语言里面，线它是有明确的含义的，明白了吗？
线条是有一个很强的暗示性的，所以如果你在这里画上一个线条，那么就意味着你告诉大家，哎，它这里有2条很深的东西，它老了啊，它老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不是所有东西，所有的线你都得画出来的，明白了吗 ？get 到了吗？啊，所以你看画漫画啊，画这种插画啊，应该画什么？可以不画什么啊？可以不画什么？好，最后我们来讲讲嘴巴。耳朵也讲完了啊，眼睛也讲完了，最后我们来讲讲嘴巴。你看嘴巴啊，嘴巴我们先讲一下它的结构。那这里就是出现了口裂线啊，出现了所谓的口裂线，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跟眼裂对应的，它就是因为是会裂开，它是可以裂开的啊。所以在这里提问大家，口裂线是1条还是2条？来想一下，动动你们的1还是2？动动你们的小脑瓜。你看这条线，它被称作为口裂线。但是啊，你看这里也是一条口裂线，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它是嘴巴闭上的状态呀。哎，那如果我笑起来呢？那请问，对吧？我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啊。小蓝说我是口裂线，小绿说那我是什么？啊，他们都是口裂线。对，你看刚开始还有很多同学敲1啊，但是在我把它嘴巴张开以后，你们就发现了口裂线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线哦。但通常啊，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它没有张嘴的话，好，我们会把它也就是这一条线也叫做啊，就会看到的只是一条线，这种情况比较多。get 到了吗？啊，口裂线它不是只有1条啊。好，然后呢，唇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嘴巴，啊，我们的上嘴唇上去以后会有2个尖尖的顶点，对吧？像两座山峰一样的，这个顶点就叫做唇峰。那么其实跟唇峰有对应的啊，有对应的东西叫做唇骨。你看有峰就有骨，唇骨是什么？就是指像在口裂线上这两条比较凹陷的这个地方，它叫做唇骨。但是这个概念我们用的不多，啊。好，然后这个叫磕唇沟。磕唇沟是什么？就是下巴颏啊，下巴颏就是我们的嘴唇不是鼓起来的吗？然后我们的嘴唇啊和下巴中间会有一个小凹陷，会有一条小凹陷，像一个小沟沟一样啊，这个就叫磕唇沟。哦，这个东西我是经常会画到的啊。你看，像这个美女，她这里这条线是不是就是磕唇沟？这条线啊，就是磕唇沟。磕唇沟也是在西方人的脸上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因为西方人的磕唇沟有的时候会跟下嘴唇离开一段距离，比较清楚。你看，像这个就有，这个想想这条线就是一个磕唇沟啊，它是一个沟沟，它是一个凹陷。很多人，大部分人的磕唇沟啊，特别是东方人，你看我画的离他的下嘴唇有段距离，大部分的磕唇沟像这个啊，更像它是贴着下嘴唇的，甚至有的磕唇沟呢会更进去啊，因为下嘴唇如果鼓的话，磕唇沟它反而会被挡住。你看这个下嘴唇把它挡住了，磕唇沟会在里面啊，会被挡住一些。所以你在什么情况下会看到一条完整的这样的磕唇沟啊？2种情况，一个是它天生长这样啊，比如说某些捞崴，还有一个就是它抬头了，它把头扬起来，把头抬起来之后啊，这个挡住的部分被你看见了。你看这个美女，她就有一个挺漂亮的磕唇沟，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磕唇沟。看我很喜欢的磕唇沟是什么状态呢？我给你们简单描述一下，它是这样的。像它这个像一个 W 的形状，这里鼓一下，这里鼓一下，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就这种？这里鼓一下，这里鼓一下啊。所以你们要知道，磕唇沟它只是一个凹陷啊，它只是一个凹陷，它并不是一条线啊。你并不要把它强化的那么的那个厉害。你看，就像这个小宝宝，它也有磕唇沟啊，看到没有？有一些磕唇沟。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啊。我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拿出来讲？是因为我很爱画这个东西，就像有的人对卧蚕的喜好一样。啊，珂唇钩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成一个流行的大家追求的一个东西啊，也有可能有一天它会像卧蚕一样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会有一天会卷到这个地方的。我觉得你看像它这个看到了吗？啊，它的这条珂唇钩。珂唇钩的走势，它很可能在它的两端跟你的下嘴唇的走势就不一样了。它在中间可能会重叠，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它不明显啊，发现不了。但是你看它两边，你就会发现了。啊，这有个勾勾，发现了吗？你看这个老外啊，老外的这个就比较明显。雕塑。那抬起头以后，这个是一个抬头的一个角度啊，你看它这条钩就比较明显，对吧？就比较明显了。好，这个是一个珂唇钩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嘴唇的这个结构啊，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两个唇峰中间的这坨最肉的地方，肉最多的这一坨啊，中间这一坨我们把它叫做唇珠，它可能在医学上面叫做上唇结节啊，然后在日常中或者在医美里面我们会把它叫做唇珠。唇珠是指它鼓起来的这个地方啊，上嘴唇鼓起来的地方。一般我们其实下嘴唇也有唇珠啊，但是我们就把它叫做下唇结节了。然后下面的下嘴唇呢，它是有两个唇珠啊，从生理结构上来讲，它是有两坨，所以像一个品字一样，像一个品字结构一样，它是有两坨的。然后嘴巴的这两个啊边缘，口裂线的边缘，我们把它叫做嘴角，这个应该是没有意义，大家都懂啊。那唇珠呢，它是有3颗，你看像这个，能不能看出来很多？特别是也是啊，你在一些老外，因为老外的他们的为什么很多美术生啊，很多美术生就是画那种老外画的比较多，然后老师美院的老师也会给他们画那雕塑什么比较多，就因为确实老外的结构很鲜明啊，他们很立体。然后你在那个老外的嘴巴上，就通常能够更明显的、鲜明的发现它下面的两个唇珠。很多东方人就是连成一片的。你看，像这个就是，那它这个上唇结节，对吧？上面的唇珠就很明显哦，对不对？但是下面这它就像一个平的啊，就是连在一起的，你没有感觉到它是2颗。你看这个捞崴，它中间这里有个小凹陷，你看到了吗？凹进去的，下嘴唇中间有个凹进去，然后左右啊，你各有一个鼓起来的感觉。你看这个捞崴也是啊，这里一坨，这里一坨，中间有一点凹进去，你们能够 get 到，你们能够发现它中间那一点点凹进去的感觉吗？你们能不能提名一个这种唇珠比较明显的明星或者是谁？你看他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啊，他有一点这种感觉了，看到吗？啊，这里是凹进去的下嘴唇，所以你能看到左边一坨，右边一坨。周冬雨，周冬雨下嘴唇我他没发现过，但周冬雨的上面这个挺明显的。想给你们找一个下唇的唇珠比较明显的图。牛牛好像是啊，对，牛牛好像是这样的。你看像这个嘴巴，像这个嘴巴，它的下面的这个下唇结节2个，是不是就比较明显啊？你看它的口裂线，你看它下唇的这个口裂线，这中间凹进去一下，对不对？啊，这个中间有个小凹陷，它这个下嘴唇中间这里有个小凹陷啊，就这一坨这一坨。好，你们能 get 到就行啊，大家能 get 到这个唇珠就可以，因为这个是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呀？因为这些东西你画出来都是挺打动人的地方啊，都是会让你的图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在观察的时候，你看这个下唇结节特别明显，看到了吗？特别明显啊。
有没有？啊，中间是凹进去的。所以你看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我在画人的时候，我在画妹子的时候，我也喜欢在下嘴唇中间画一个小凹陷，这样让它的下唇的结构更丰富。这样做，你看它的双 C 线是不是也很明显？它的鼻子，你看双 C 线，然后海鸥线，对吧？磕唇沟，你看下面这个磕唇沟。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它的结构看起来就是你的内容更细腻、更丰富，让它的结构更鲜明，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呆板无聊、很平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小练习一下啊，小练习一下。那么在嘴巴在这个插画里面怎么去画它呢？也是一样，我们其实画出它的唇峰、口裂线。上嘴唇、下嘴唇这个线就可以了，然后磕唇沟可画可不画。然后像这种我在这个上面画的这些排的这些线啊，做的这种体积啊，就不用非得去画它啊，不用非得去画它，因为你如果非要去画它呢，它可能会影响后期的上颜色，明白吗？我们在上色的时候不一定要用到它的啊。所以简单的，你只要画出这个口裂线。然后把它的上唇峰的位置和这个下嘴唇的位置简单的表达一下就行。好，那么我们来画一下，随便建一个啊，随便建，我就在上一节课的米老鼠的这个文件里面画了啊。我们找一个嘴巴来画吧，找一个嘴巴来画。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多观察，多观察啊，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他的嘴型啊差很多，差别是很不一样的。我画个正面的啊，你看有的人哎，就像你们说的，大部分人啊，像这种比较标准的嘴唇，它的下唇是上唇的1.5倍，也就是说上面薄一点，然后下面稍微厚一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这种其他的不那么常规的案例，就有的人上下可能差不多呀，你比如说像周也这种，他上下唇都还蛮厚的，差不多，对吧？差不多下唇也是稍微厚一些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他的上下唇的差距会非常的明显，比如说这个博主，他叫 Dat Girl，好像 DAT Girl，你看他的上唇就比较薄，下唇就挺厚的，很饱满但是他的口裂线很漂亮你会发现他的口裂线挺漂亮的。你看他的嘴角是往下撇的，往下弯的，往下勾一下。然后很多人的嘴角，你看像他是这里会回勾，然后翘起来再往下勾，对吧？然后他就比较平，所以就是每个人的口裂线的形状都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影响我们画画的表达，就是你可以表达出，你可以画各种不一样的这个口裂线。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我喜欢画的，你会发现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唇珠，看到了吗？它的唇峰比较明显，但它中间这个唇珠不明显，所以它这里没有一个小三角它的口裂线是很平缓的，它到这里圆圆的，像很多那种韩系的，像什么宋慧乔还有什么倪妮那种长相，你们想象一下是不是？像这种嘴，你看它中间没有一个很尖的，没有一个尖尖没有一个小三角，有的人是有的有的人很明显，你看她这个妹子就比较明显，这个唇珠这里比较饱满，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都可以画你看像她的这个，她也有，但是她小小的，我们找几个好看一点的来画，你看她这个，她这个就很标准，这种就挺标准的。
好，先比如说找这个，我们就主要的啊画嘴巴，最主要的就是把这条口裂线给它画出来就行。口裂线怎么画啊？常规的口裂线，来我们一起，就中间先画一个，先画个 V， 看到没有？先画一个 V。好，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画的不好看啊。你看一下你的 V 和我的 V， 你有没有可能画成一个这样子的了？大家看一下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我第一节课就让大家去画那种很简单的卡通头像啊？观察力非常重要，观察的是什么？形状、大小、位置，对不对？形状、大小、位置这3个点非常重要。那你们看看左边的形状和右边的形状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右边这个 V 明显就太窄啦，太深啦，深 V 呀，宝宝们不要啊，不要深 V， 宽宽的 V 就好了。所以你看你的形状啊，到底是像哪个？有可能每个人就是我一样的手把手的教，有的人第一步就错了，就会变成这样了。对，钝角和锐角的差别，这个就是锐角，这个就是钝角。所以我看有很多人画出来的嘴巴，你说的这些东西他也都有，但是那个形状就是不好看。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对于形状不敏感，对形状不敏感，对形状不敏感，说白了啊，还是你的观察没到位。观察没到位，还是说明你的观察的方法不够科学啊，不够科学。你没有提醒自己要从哪几个方面去观察它。就是有很多人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对吧？但是你不知道它具体的界定它，哎，不知道它多大，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就你比如说你让你的，我们这边都是女孩子吧，女孩子多啊，你让你男朋友去画哆啦 A 梦，他知道2个眼睛，他会把2个眼睛画成这样啊？实际上人家2个眼睛是贴在一起的，对不对？然后这就观察，这是观察啊，观察细致一点。好，先画一个 V， 画一个，你看它是一个宽宽的 V 啊，它是一个宽宽的 V。然后呢，我们再去往下画出它的这个线。把这个背景加深一点，不然这有点过曝，你看不清。再往两头去延伸。好，那这个时候呢，画多长啊？你根据这个嘴巴，你会发现啊，这一段是不是和这一段差不多？你看这一段上去的这段和下来的这一段，这2段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你如果能 get 到这一点啊，说明你这个形状画的会比较到位。我不是为了，但是你们看一下，我教大家画这些，不是为了让你们画的跟我一模一样，但是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对于形状的一个敏感度。我并没有照着他的在画，我只是通过他给我的提示，因为毕竟大家画照片，最后啊，我们还是要逃出照片的这个束缚啊，你不能跟他画的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你想跟他画的像一点，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最低点再下来一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最低点和它的这个唇珠的最低点比起来，它位置要低一丢丢，有没有发现？所以画照片你可以画的不像，只要你画的够美，你可以不像啊，你可以不像。但是如果你想画的像了怎么办？啊，你想画的像了，你就要去观察这些点啊，所有的这些点你都要去把它定下来，都要去比较，这就是位置啊，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位置，对吧？它的位置高，这2边的位置低，这就是位置了啊。刚才这个是形状，待会如果我们涉及到这个嘴唇的厚度的问题，就是大小。好，这个嘴角，你如果按照它的这个处理方法，你看他们俩的嘴角都有点像，真人的嘴角啊，都是有点微笑唇往下再勾回来，但这种嘴角在漫画里面它稍微复杂了一点啊，稍微复杂了一点，画的不好看啊。如果你画的不好看的话，容易会引起，因为我说过线条这个东西啊，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里面它是很危险的，你画面越简单，你的线条的指向性就越明显。所以你如果是在一个有线条
组成的一个简单的画面里面，你如果这个东西画不好，它会产生歧义，就会对这个人的表情啊产生一些奇怪的解读，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它就会变成一个你本来不想画他在微笑的，你可能画完以后他就是在笑，而且他可能笑的还很邪魅，或者笑的很油腻啊，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不知道怎么去改，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很微妙啊，它很微妙。好，所以呢，那在这里我教给大家我自己啊，我自己的常用的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一个结论方案啊，一个方案，就是你如果想让它最终是一个笑的、开心的，那怎么做？你看放大、放大、放大啊，你最后这个嘴角啊，它的走向很重要，最后一笔很重要。你最后一笔，你看我这是往下压的，看到了吗？最后这个嘴角啊，收尾就是往下压的，往下走。如果你最后这一笔往下收啊，它就是比较平静，它的表情啊就稍微的平静一点。但是如果你最后这么一小笔你往上勾，你看到吗？他就笑了，他就笑了。所以笑和不笑就在这里一点点你就能够感觉出来，而不是说老师我要画一个笑的，你就把整个口裂线啊，就把整个口裂线改成这种往上飞。你需不需要做这么大的改变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的。你只需要做非常细微的改变。你看我这条口裂线，你再看左边画一个不那么笑的，它都是微笑唇，嘴唇都是微笑唇，就是它最后有一个勾起来的啊。但是你最后收尾的这一笔，你看不同的方向，你看这边，它就还好，对吧？一个微笑唇，微笑唇比较平静，带一丢丢微笑。然后这边呢，它就是笑了，对吧？所以就这么一点点小的处理啊，它都是有变化的。当然你也可以画一个，比如说，哎呀，我举的例子怎么都是塌房的例子呢？真的是，我刚才举了一个 baby，我现在要举一个蔡徐坤，哎，大家不要介意啊，因为我画过这俩，我比较印象比较印象比较深。蔡徐坤他就是，嗯、他嘴巴长得不对称，他一个嘴角往下，一个嘴角往上，就不影响他的好看，但是他是有特点的。所以这个东西画画咱们也不用追求一个绝对的对称。你如果想要追求一个个性啊或者啥，在大的方向你能大感觉你能把握的情况下，这种小感觉你给它搞一点不对称，其实也是 OK 的啊。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像赵露思的嘴巴啊，就是更漫画一点的，我觉得刚刚那个博主他的嘴巴，他的口裂线就很漫画，因为它很简洁，然后它的这个线条啊很鲜明，怎么滚不动？我该不会要卡住了吧？果然啊，卡住了。好，那他这种口裂线怎么画呢？我先把这个画完吧，我也不擦了啊。他的口裂线来，我们画一下他的口裂线。那它的口裂线就是唇骨，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唇骨，还记得吗？这上面叫唇峰啊，上面是唇峰，下面是唇骨。它的口裂线是唇骨啊，没有这么的拱，它整个比较平滑，然后它就像两个这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尖尖啊，你看它像一个这样的形状，它的这个口裂线两边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弧形。好，你也可以怎么画它啊？用一个更好操作的一个方式，可以修可以改啊。你刚开始也是微微的画一个这种 V 字形，它的这个 V 啊更平缓。好，画在这个上面，你不要顶上去了，你就不用再往上顶了，就早早的拐弯，早早的拐弯，然后呢用一个类似这样的弧度啊，给它稍微衔接下来。好，然后到了嘴角的时候，最后了啊，稍微往回勾一下。
然后有一个回头的这样一个动作，像画一个小括号一样，但是不要画的，然后这个时候又是考验大家的观察的这个细致度了啊，敏感性。那你这个勾到哪里？对吧？你勾回来了吗？没有，它没有一个回头啊，它有一个这个趋势，它只是这样。好，这边一样。要不要画的那么对称？我个人是觉得没必要，没有必要把他的嘴巴、眼睛什么的画的绝对的对称，因为人的脸都是不对称的啊。你看，就这样。好，然后上嘴唇，你看这个美女的上嘴唇，它是比较饱满的。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它，不是它啊，是另外一个。那我们在你看在唇，这里是唇骨对吧？好，那么它的唇峰在哪？你会发现唇峰，你看它是直着对上去的，还是往外的，还是往里的？你会发现它唇峰的位置比它唇骨的位置要居中一点，对吧？大概在这个地方，get 到了吗？这个就是位置啊，位置。位置对于大小和形状来讲，它是一个更隐藏的，但是更高阶的，更决定你的形准不准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要素啊，位置。对，所以我们画唇峰呢，你就把它最高点定在这里啊，靠里面一点啊，靠里面一点。然后这里也是，这个 V 是不是就可以比底下那个 V 要稍微的，那角度，这个笔刷的大小我们把它开大一点啊，我们画草稿不要用太细的笔刷去画，太细的笔刷去画，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原因是啥啊。好，然后呢连下来，你看连到它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往上去的拐角之前。好，它的下唇呢，你看它是有个唇，下唇是有两个结节的感觉啊，有两个唇珠的感觉，因为它这个中间你看有一点点凹进去。好，下唇的位置在哪呢？定位置了啊。你看上唇大概是这么宽，那么我们下唇肯定要比它这个差不多吧，这么宽，然后再宽一点，啊，接近1.5、1.2、1.5倍这样子。我没有画的那么的绝对啊，因为我们还并不是画这个写实啊，这个只是大部分的一个统一的审美。好，它是，你看它的下唇这里比较平啊，这里比较平，然后呢，你看在这个唇骨，在这个唇骨，你看往外了，你看它的最低点啊，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在，画唇峰的时候是往里聚拢的，但是我们在画下唇结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最低点比较靠外了，在外面的这个地方稍微把它往外画一点点，鼓起来的感觉。最后给它收尾，收到哪里啊？你看它下唇有没有发现它下唇比上唇宽一点，对吧？那我下唇的收尾，你看上唇收在这个点，下唇我就收在这个点啊。看这两个点是不一样的啊，下唇收尾我就收宽一点嘛。好，这个嘴巴的形状就出来了。好，然后有的人你看一下你啊，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有个人画下嘴唇啊，为了画出这两个下唇结节，他会画成什么样？你看你会不会画成这样啊？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孩子画成这样的？注意这里啊，你虽然这里是两个球，虽然这里是两个球球啊，但它们中间要拉平，要平着连，平着连啊，不要出现一个尖尖。所以有的孩子啊，他观察到了，那个趋势，你看他会观察到这里有一个下嘴唇有一个内凹的趋势，但他没有观察到这个内凹的幅度有多大啊。就对这个幅度不敏感，它其实是一个细微的幅度。好，那我们再画一个这种的，再画一个这个，我为什么说它的嘴巴很漫画啊？你画完就知道了。
你看它上唇比较薄一点，然后它上唇你发现没有很窄，它的上唇很早的就结束了。你看它并没有，如果像上面这张我没有连到这里，对吧？它没有连到这里哦，它连到这里了，看到没有？它到这里就早的结束了啊。你看它的结束位置，就上唇的后半段更薄啊，甚至它的这个嘴巴是有一点点，还可以再薄一点啊。那它是有一点点往里凹的。那这个地方上嘴唇的边缘甚至是有点往里凹的啊。你们可以看到我打草稿的时候，我画口裂线的线用的比较的肯定，对不对？但是我画嘴唇，你看这些地方啊，笔触用的是很轻的，比较虚的，因为咱们只追求这种稍微结构点的东西，追求的明确点。像这些地方你画虚一点，否则就像那个老阿姨，对不起啊，有点像老阿姨，或者像那种比较老式的审美，你画一个全包的那种唇线不好看啊，不好看。好，然后下唇，它的下唇很饱满啊，它的下唇是相对非常饱满的。好，你可以在这里呢画一个小小的刻唇沟。你看下面这个嘴巴是不是挺漫画感的？挺漫画感的。然后你会发现哦，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口裂线不止一条吗？对吧？它有的时候嘴巴会有那种微微张开的感觉啊。如果微微张开的感觉怎么办？你可以把唇骨，那像唇骨的地方，你可以画宽一点，就这个线你不一定要很均匀。你把这里画的宽一点，它是不是就有那种嘴巴要稍微有点裂开，就半开不开的那种感觉？发现吗？啊，就会有这种。好，那如果我们画漫画啊，如果我们画漫画，其实呢，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这些线都是可以不有，都可以不画的。那表达这个上嘴唇和下嘴唇边缘的这些线啊，你不一定要画的那么实。你画完以后，像我这样轻轻的擦掉啊，留一点这种微微的轮廓感也可以，越轻越好啊。上面这个也是。轻轻的就好了啊。然后为什么我们尽量用粗一点的笔刷啊？你像这个铅笔啊，这里可以调尺寸。我们为什么尽量用大尺寸去画草稿呢？因为你的线越细就代表越肯定，但是我们在草稿阶段是不需要太肯定的啊，你不需要很肯定，你有一个粗的，把大概的位置定好，然后你的脑子会给它自动补充一个更那个完美的东西出来啊。好，然后如果你要画，大家如果要画人中，如果要画人中啊，就在这个唇峰的上面轻轻的扫一个这种小弧形。然后呢，任意一边啊，任意一边都可以，你左边也好，右边也好，这个是根据你的光照的方向决定的。你看，把笔刷啊拉的大一点，根据方向来决定，画一个半颗水滴形的就好了。你看，像这个人中的宽度不要超过这个唇峰的宽度啊，画半颗小水滴啊，就是人中了。你这边如果想要画一个比较明确一点的刻唇沟呢，也可以啊，把这个地方画重一点。好，如果我们还想再画出一丢丢这种结构感啊，画出一丢丢结构感，还可以怎么画？因为有的人，你看，有的人他的嘴巴尖一点，怎么说尖一点？就是他的，你看他这个唇峰和唇峰中间这个地方的分界线啊，就像一本书一样。那如果你要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你可以在这中间加一条线。这加一条线的目的是什么？有光来的话，比如光从这边来，它这个面受光，这个面就不受光啊。轻轻的加一条线，在这边扫一点点阴影，它的结构就出来了啊。看在这边加一条线，找点阴影，结构就出来了。好，你如果还要表达下面
它的下嘴唇有结节，对吧？下唇结节2个，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中间，把嘴唇中间，我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啊，你画条线也行，你画个那种 Y 字形，你看画个那种 Y 字形，把它往中间引。但这一块一定要画的糊，要粗啊，要用大笔刷去扫，你不要用很细的线去抠它。轻轻的把这个地方扫出来，然后到了下面呢，画一个反向的 Y 也可以。你看这里，你把它扫平一点，它的这个结构的感觉就出来了。你看，就是1坨、2坨、3坨啊。如果大家还想进一步的再刻画一点点它的体积感，那么你们会发现，对吧？因为嘴巴它会往口裂线的方向去收缩的嘛，往里滑的，所以呢，靠近口裂线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带一点这种阴影。靠近口裂线的地方，你可以稍微给它加重一点点。特别是像这种啊，你看，特别像这种嘴巴，它的这个唇骨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地方三角区里面，你就可以把它加重一点，看到吗？把这个三角区给它加重一点。好，最后如果你还想再来一点啊，就给它画一点点唇纹也可以，画一点嘴唇的纹路，可画可不画啊。这种东西都不是必须有的，特别是在起稿阶段不是必须有的，因为有很多这种细节都是靠上色去解决的。但是有的同学，如果你觉得，你有特殊的计划啊，特殊的安排，你想提早表现出这一点也可以。嘴巴就这样就行了啊。你看这两个嘴巴都挺可爱的。当然还有一些嘴巴，像我之前说的，比如说那种不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唇珠，对吧？简单的啊，那就是再找一个不明显唇珠怎么画它？那比如说像这种嘴，对吧？这种嘴也很可爱。那我们在画口裂线的时候，在画口裂线的时候，直接一条过来就好了啊。然后它也是有一点微笑唇的，你可画微笑唇可不画。你看它就没有中间这个 V 了，看到了吗？它没有中间这个 V 了，它直接就是一个弧形然后这种嘴巴我一般也会配还有一些嘴巴你看它的一般我会给它配一个也不那么明显的唇峰，就好像比如说宋慧乔的嘴巴，很多含里含气的那些，对吧？他们就是不强调轮廓感包括那个刘亦菲，对不对？也是这种那么唇峰你看唇峰之前他们都很尖，这两个都很尖，我可以画一个平缓一点的，你看一丢丢平缓一点的唇峰，然后把它的上唇画的饱满一点，圆一点，然后下唇像这种嘴巴呢，你就可以画一个，因为它上唇画的比较饱满了你下唇就画一个跟它上唇差不多厚薄的，你看，就不要画的那种上下差别很明显。就画好了好，如果你要稍微细画一下的话，把中间，它中间的这个地方，你像有的人那微微张开的嘴巴像这种中间比较尖的有唇珠的，那么它就是唇骨这个地方容易打开但是像有的人没有唇珠的中间这个唇珠不明显的，它就是中心这个地方容易合不上容易微微打开的感觉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把中间这个地方给它画一点点，要开口的感觉。好，把它的嘴角压一下，剩下的呢就像刚才的操作手法一样了因为它的唇珠上唇珠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一条我们就可以不用画了，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泛泛的，这一片都有一点圆圆的感觉。好，下面也是鼓鼓的越是画这种模糊的
你不用用线条去表达的地方，我们越是把笔刷尺寸开大一点去画它。好，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画的确定一点，刻画它了啊，就笔刷稍微细一点，重一点。这地方把刻唇沟给它画了，给到了吗？好，可以在它上面画一个小小的人中，这也是一种嘴巴啊，这也是一种嘴巴。然后它呢，这种嘴巴你也不用非得画出它的这个3个节节的结构，这样你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某一种长相过于有执念的话，你可能就会画出的东西会偏单一啊。我自己是非常有这个感触的，因为我这真的是我个人是对某一种长相挺有执念的，所以我容易就在画原创的时候容易就还是会不自觉的把我喜欢的那些特点给它罗列出来。好，这里你就不一定非得在中间画一个这个内凹了啊，你就可以把旁边画的让它饱满一点啊，这样子，可以练习啊，就是笔啊什么的这种，慢慢的练习，然后你们可以多练习几种嘴型。我给大家就是画了3种嘴型了啊，耳朵也画了2个。你比如说我自己在画一些人设的时候，在画原创的一些人设的时候，我也会给他很多不同的人设啊。你比如说这2个，你看他们的嘴，对吧？这个妹妹她的嘴是不是比较接近我画的最后那种啊？你看她就是那种嘴巴不是很清晰的啊，你看嘴巴的边缘这种什么唇峰啊、唇珠比较平的，它是那种轮廓比较平缓的嘴巴，圆不隆咚的。然后它就是你看这里比较尖一点，给你们看一个正面的。你看这个的，你看它的这个嘴，它的口裂线对吧？它这个口裂线是不是有点像我画的第2种，就是2个大弧线，看到吗？2个大弧线。然后它就是像我画的第3种啊，就是这里没有尖尖，没有一个尖尖，所以大家可以多去练习练习啊，多去感受一下这种不同的嘴型。你看它这个嘴型，对吧？这个嘴型就是明显，你看它明显有一个唇珠，中间有个唇珠，然后它的这个口裂线啊，就是我说的那种很漫画的口裂线啊，就是一个大的弧线。那它的就是你看没有唇珠啊，它中间没有一个明显的唇珠，平的，然后上唇也是平的，get 到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画眼睛啊，最后我们画一下眼睛，眼睛我们就找一个画3种吧，画一个东方人，画个捞歪，好不好？东方人我们画2种，画一个单眼皮，画一个开扇，好吧？眼皮有很多种形式啊，但是你看，并不是所有的东方人都一定是扇形双眼皮。首先来，大家不懂什么是扇形双眼皮的敲个0，好不好？知道什么是扇形双眼皮的就敲个1啊。不知道扇形双眼皮的孩子敲个0，我看看还这个地方还要不要再展开讲一讲？还是有几小个别的不太知道。那简单讲一下啊，那我们就一边画一边讲吧。来，我先找一个捞歪的眼睛啊，先找一个中国人的眼睛吧，找一个扇形的双眼皮给你们看看，你们就知道了啊。这种就绝对不是扇形，那它就是个平行。你们可以根据我说的来判断自己是什么眼型啊，判断一下自己。那它就是一个扇形双眼皮。我找个好看一点的扇形双眼皮，我们来画这个吧，这个还蛮古典的。顺便把眉毛也画了，好不好？先画眼睛啊。好，这种眼睛我们怎么画啊？很多同学就是吃不准啊，或者一上来就让你们画这种很细节的线条啊，你们觉得有点难。那么我教大家从最简单的几何形开始画起啊，我们画个平行四边形好不好？平行四边形会不会画？画这种平行四边形，我们先用粗笔刷啊，画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你可以画很多种，
你看我画的这个平行四边形是不是一个，哎，这两条线是水平的平行四边形啊？我有没有别的平行四边形可以画？然后它是一个比较细长的，那你们看看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葫芦娃，葫芦娃，我突然想到，你们看一下这两个平行四边形有什么差别，对吧？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平行四边形和它们又有什么差别？葫芦娃就是这种眼型，标准的。看一下这三个，来 get 一下这三个平行四边形，你们就知道眼睛啊的变化怎么画了。你看这个细长，是吧？这个高但是短，是不是？高短。然后这个呢，这个呢，哎，它有角度，你发现没有？哎，它有角度了啊，这个就有意思了，有角度了。所以很多同学就是有的老师会教你们画平行四边形，然后有同学就只画这种平行四边形啊，所以画出来的眼睛都是那种往上飞的，你画不出那种下垂眼，或者是像这种有一点自然角度的，因为有的人的眼睛，比如说你看周野的这个，你怎么去分辨他的眼睛下不下垂？你看一下他的眼头和眼尾的位置，你看他的眼头的位置，看这只眼睛啊，我们画的是这边，他的眼头的位置如果是在这里，对吧？如果你按照平行四边形画，眼尾这么高，但是你看他的眼尾是不是跟眼头几乎有点，对吧？只高一点点，那它是不是更像这种？你看位置啊，大家对位置要有敏感度啊。所以如果我让你把周野的眼睛框在这三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你会框哪一个？是不是你会更倾向于框这个右边这个？好，我们就来画周野这个啊。你看周野的这个眼睛，它就是一个开扇。什么叫做开扇？就是它的双眼皮跟它的上眼线前面半段是重叠，小半部分是重叠的，叠在一起的，像一把扇子一样，有个角度呢，像一把扇子一样这种啊，扇子是扇子，扇形它放射性的，它这里有段重叠，看到吗？这个就叫做开扇啊，叫做扇形双眼皮，扇形双眼皮。然后扇形双眼皮有平扇有开扇，它有点像一个平扇。什么叫平扇呢？它就是前面是扇形，但是后面呢它是平行的，它的双眼皮的走向和它的上眼线的走向是比较的一致了，这个就属于平扇。那么不一致，开扇就是不一致啊。来，我们先画一个。好，我们在这个菱形里面，大家先打一个这样的菱形啊，平行四边形。先画一个这样的平行四边形，你们就观察。如果你想用平行四边形起稿的话，你可以观察啊。那你可以决定这个眼头和眼尾的位置它差多少，所以它你看转到这里也可以，转到这里也可以，对吧？好，然后呢，我们就来画它的这个上眼线。上眼线我们顺着它，你看顺着这个平行四边形，把这个角角给它用弧线给它衔接，用弧线给它衔接，接过来就好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画下眼线啊，下眼线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很低，这个位置很低，但是其实正常人的上眼线的弧度会比下眼线的弧度要夸张一点，下眼线稍微平缓一点，所以我们画下眼线的时候啊，稍微平缓一点。你看这里切出来的角小一点，这个角切出来大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下面的就是更加不贴合它的啊，不要被它的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这个角带着走了。不要那么的带着走。好，但是如果你有的同学想画眼睑下至啊，因为有的时候像这种眼睑下至会显得眼睛更可爱，更那个，你也可以把这个下眼睑啊画的往下兜一点，这样就眼睑下至了。好，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啊，眼头和眼尾怎么处理？我们这个眼头，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给它有一个交叠，像写一个入字，你看。像写一个入字一样，我们的线条是上眼线压着下眼线，这样的，哎，然后呢，这边画过来，
回来的时候勾上来的时候像写一个人字，因为我们的上眼皮啊是比下眼皮要厚的，要盖着的，上眼皮是覆盖着下眼皮上面的，所以呢我们给它留一个尾巴出来，你看，就大家不要画成这种，不要画成这种刚好衔接的，看到没有？啊，不要画成两个线都它的那个交界线在一个点的，不是的，然后上面的要长出来一点，你有这个概念啊，特别是眼尾一定要长出来，眼头呢不一定啊，如果你是画亚洲人，他的这个眼头可以长出来一丢丢，get到了吗？好，然后呢，双眼皮啊，讲双眼皮了，像他的双眼皮，那包括他的双眼皮，都是属于一个扇形双眼皮。扇形双眼皮的特征就是你从前面半段啊，它的起点是跟你的眼头一起出来的，然后到了中间开始分叉。好，只要你观察到这样一个特征，它都是属于扇形双眼皮。那么是平扇还是开扇的，就看后面了。好，给大家演示一个，这个就是平扇，平行啊，它是平行的扇形。你看后面的它这段呢走势和我的眼线差不多是一个走势的，这就属于平扇。好，那么什么是开扇呢？这样的，看到了吗？它后半段越走越大啊，两个人有点就是好不了了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它的角度是越开越大的，这个就属于开扇。开扇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双眼皮形式啊，而且我会画那种多重睑啊，多重眼睑，因为你们有时候看到那种双眼皮比较那个宽的人，对吧？他好几层呢，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我们单眼皮就一层，对，肖战就是非常典型的开扇，然后有的人好几层，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把这种开扇和平扇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多重眼睑。你们会在我的画里面会看到的啊。好，然后呢，这个下面我们靠内再画一个像我刚才说的什么内眼睑。内眼睑我们画的时候也是注意前面窄一点啊，前面窄后面宽。前面呢你可以有点像画这种扇形双眼皮一样，窄窄的，后面稍微让它宽一点。好，这是它的，这个就是你们不用把它涂死啊。这个平台呢就是那个内眼睑的那个肉条的部分啊，我们画睫毛是从下面开始画。好，然后眼珠有几种形式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三白眼啊？二白眼、三白眼、四白眼，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的敲个零啊。你像周野这种情况，它就是一个接近三白眼的二白眼啊。二白呢，就是你哪几个地方露出了眼白，它这个二白就是左边一块眼白，右边一块眼白，看到了吗？就是二白。啊，如果眼珠的下面也出现了眼白，就是三白。好，三白眼是这样的。这是三白眼啊，这是二白眼，看到三白和二白的差别了吗？看到了啊，好，所以我们来画眼珠。那么三白眼和二白眼的那个，它是除了形状和大小上的位置差别之外，它气质上也会有差别啊。三白眼给人的气质会更加的不屑、冷酷、厌世、冷漠一点，会有传达出偏这种负面情绪多一点。对，但是啊，现在很多人挺接受的，大家对于长相的那个表情的那个接受变得很宽泛了，很多人挺喜欢三白眼的，有一种厌世感啊，有一种姐很酷啊，姐谁也不屌的这种感觉，有一种做自己的那种感觉，不迎合不谄媚，做自己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有的人会去画三白眼啊，包括这个你看这个眼睛啊，眼尾上眼线的眼尾，你可以延长它啊。你为了让它更漂亮啊，画眼线嘛，你可以给它延长一点，画个眼线，然后这个延长线的走势你可以往下延长，也可以平拉，也可以上翘，这个是不是很像画眼线啊？都可以啊，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肖战那种啊，它是有点翘。那我最喜欢画一个翘翘的眼尾，再配上这种大开扇，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方人的一种眼型。当然，我只是告诉你们我特别喜欢，不是说安利大家一定要去都跟我画成一样的啊，都画一样就没意思。你们也可以画你们喜欢的，懂吗？好，我们来画眼珠啊。眼珠一定要注意了，你不管是画哪几白，你4白就是有点可怕了。你看很多人画眼珠，画成这个样子，或者是画成这样。问题在哪？他觉得他也没有4白啊，他也是2白呀。为什么这种眼珠看起来就不那么友好呢？因为太小了，它接近4白，你看这里都快漏光了啊，都快漏了，太小了。像这种眼珠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比较阴险，就像那个毛利小五郎啊，对吧？那柯南里面，或者是很多动画片里面，一个人要干坏事了，或者他暴露了，他会突然从大眼珠瞬间变成小眼珠，给人的感觉会阴险一点啊。因为眼珠大，眼白露出的内容越少，这个看起来就越纯良，像小动物一样。小动物其实是很少有这么多眼白的啊，所以人类的眼睛在这种哺乳动物里面算是比较邪恶的一种长相了，因为它眼白露的很多。好，那么我们画眼睛啊，如果你们画不圆怎么办啊？有一个方法，那画不圆，你先画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图层也行啊，新建一个图层也行，为了怕你这个影响到其他的，啊，点这个加号，新建一个图层，在它的上方新建一个，然后你画一个圆，画一个你想要的大小的圆啊，画完以后怎么办？画完以后你的画笔尖不要离开画面，停在这里，你看你等在这里。系统会把你的这个圆变成一个光滑的圆，看到了吗？然后你拖动你的笔尖，这个圆形会帮你调整大小。然后呢，它可能现在是个椭圆啊，你怎么办？另外一个手指，你伸出你左手手指点在这个画面上面。然后我做一个极端一点的示范啊，你本来可能画的是一个这个，对吧？你可能本来画的是一个这个，哎，你按着不动，它首先帮你把它变成一个光滑的，然后你笔尖啊，笔尖不提起来，它变光滑，然后再加上一根手指按住它，它变正圆，看到吗？手指摁住啊，这个手不要松，变正圆。然后呢，这边的笔刷放大缩小，哎，它可以调整这个大小。咱们把这个大小调到这么大，好，然后先松开右手，再松左手啊，因为你左手一松，它不是又弹回原形了吗？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箭头啊，左上方这个小箭头移动工具。你可以把这个圆啊移动到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哎，你让它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可以啊。你看你移到上面，它就变成一个3白眼了，是不是？移到左边它就往左看了，移到右边就往右边看了。好，那么原则就是呢，大家你这个眼珠多大啊？你最好要让它的上面啊1/3的位置是被上眼皮盖住的啊，它就是有大概1/3的面积是被眼皮盖住没有露出来的，这个眼睛的大小是合适的啊，否则太小了的话，你看如果太小了，看起来就会有点阴险啊，有点阴险，看起来就是人啊不太善良啊，不太纯良，不太像那种小动物人畜无害的感觉，就有害啊，如果太小就会有害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给它稍微拉大一点，但是呢，我不建议拉太大啊。如果太大的话，你看这么大也是好看，但是太大的话，眼珠太大，你画出来的人啊，他就会缺乏一种灵气，会变呆。你有没有发现，眼珠太大就变呆了，变得像那种娃娃啊，人偶娃娃了，也会有一种空洞感。所以人的目光啊，你如果想要画出那种很有灵气，像真人一样有表情、有情绪的眼睛，我建议大家不要画太大的眼珠啊，适量就好。当然有一些我感觉有一些比较喜欢画那种很少女感啊、洛丽塔啊二次元的偏二次元的那种画师啊，他会愿意画很大的眼珠，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啊。我的话，你们会觉得我的话可能会稍微像真人一点，就是眼睛可能会灵动一点吧，就表情多一点啊。那就是因为我不会把眼珠画的过大，你就是在1/2、1/3选择吧。你看遮住1/2它就很大啊，遮住1/3它可能就会保留一点灵动性。然后位置你3白眼也好，2白眼也好都可以啊，就画个稍微有一点点3白的这种感觉。
300就是你下面留一点点就好了啊，留一点点距离，你留太多了，它就显得有点啊眼睛提肌无力，有点不高兴了，有点过于厌世了啊。好，把上面擦掉，然后你可以和下面合并，合并图层就是2个图层一捏啊，2个图层一捏就合并了。合并了，如果别的图层都出来怎么办？你就长按后面这个勾啊，长按后面这个勾，它就会只显示单独这个图层。好，橡皮擦可以把这些多余的东西擦掉点啊，不要的那些辅助线给它擦掉点。这样我们一个眼睛的形状就画好了啊。好，这是中国人的眼睛。那么卧蚕呢？啊，卧蚕就轻轻的了。啊，我们画东西要有虚实啊，这些前面画的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肯定的。我们要画到卧蚕的话，你就用更粗一点的笔刷。你看，我就把它的尺寸调高了啊，然后在下面轻扫，轻轻的扫一个。卧蚕有很多种啊，很多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强调前半段，强调前半段；有的时候你就强调后半段。如果你整个一条全都画的满满当当的啊，你看整个一条都画的满满当当的，就死板了，就很死板。我一般不这么画啊，你看，所以我要么就画前半段，画到这里就行了，后面稍微呼应来一点，我不把它连着；要么我就只画偏后半段，画个2/3就行了。但是我一般比较喜欢的操作的方法呢是画这个前半段啊，然后后面给它来一点点阴影，给它看起来合上去就行。然后这个双眼皮褶子里面，如果你们想画的话，可以给它来一点点阴影，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好，这是一个好，然后眼腹我们不要忘记啊，眼腹这里有一个小的像一个括号一样的，就是泪腺啊，一个三角区。好，这就是中国人啊，亚洲人的这个眼睛。西方人的眼睛呢，它就是一个平行，它就是一个平扇多一点啊，不是平扇，平行双眼皮多一点，它是会成这种情况。来，我们来画一个。那像这种，其实你们会发现啊，越是东方人眼睛越会细条条的，越是西方人，他其实反而越容易下垂，眼睛比较垂一点。你看他的眼头和眼尾其实比较近。那我比如说我把这个平行四边形选中啊，用套索把它套住，转一下。我用这个平行四边形来画这个西方人的眼睛。对，这个就是平行双眼皮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首先我们还是一样的啊，画一个上眼线，画一下上眼线。好，然后他的双眼皮开始了啊，你会发现，哎，他的双眼皮跟他的那个上面不连着，离得远远的。你看从这里开始的，对吧？那甚至它也不是一个弧形，这里还有个小顶点啊。好，接着你看离它比较远啊，位置是比较远的，这样画过来，这边可能有一点包过来。所以你们看，像这种它这里褶子这里比较深的，你可以在它的最顶点，就像那个口裂线一样，对吧？它缝比较深的地方，你可以稍微加重一点。好，然后我们如果画外国人，画这种欧洲人，他的内眼角和东方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不太会出现这种人字形、入字形的这种啊，叫做这个就是蒙古褶啊、内眦赘皮的这种情况啊，它是比较开的。像很多人如果去开眼角，就会变成这种情况。我个人其实并没有很喜欢，所以这里你可以用一个圆圆的形状去衔接啊，这里内眼角你可以画的圆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画它的下眼皮。至于你是先画里面这个内眼睑的线也好，还是先画外眼睑的线也好，都可以啊。但是反正我们画到眼尾的时候，这里还是可以有一个上包下的一个动作的啊。
还是可以出现一个上面包下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好，这里把它的眼腹给它画了。好，画出它的内眼睑。啊，很多同学你会看到我画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接线啊。就是画画，我们不一定非得追求你必须一笔画到位啊，没有必要。你可以用接线的方式，但你不要毛躁。你要接线的话，你一条线再接过来，再接过来。你看你的接头的地方要尽量的要给它对上，要不然你这样去画就不好看了。如果你这样去接线，然后出现太多这种东西就不好看了。所以并不是要求你非得一笔画出一个什么弧形啊，你非得一笔到位，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断开，可以断笔，甚至有的时候断笔会更好看啊，会有一个力道感。但是你这样就不好看，就过于潦草了，get到吗？所以大家平时如果去练习那个线条的话啊，你注意你练的地方。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这种欧式的眼睛啊，它都会在这里有一个顶角，这里会顶起来一点，跟它的双眼皮一样。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弧形啊，它不是一个均匀的弧形，它到了某个地方它会高出来一点，看到了吗？好，然后同样的啊，画一个眼珠。那比如说你要画一个往旁边看的，你可以这样画。如果熟练了以后啊，就不一定非得用那种方式去画圆，那个毕竟是有点死板啊。熟练以后建议大家还是徒手画，我个人还是觉得那种纯手绘的就是感觉啊，是最有温度的。哪怕你画一个那种机械的东西，你的线条太多的那种软件帮助过的感觉，以后就会显得有点没有温度了啊。好，这样，然后呢，再画一个卧蚕。好，卧蚕我会把笔刷调大一点啊，轻轻的带一下。然后卧蚕你可以不必是一根明确的线，你可以是一片小小的范围啊，你可以好几根线把它组成一片阴影。好，把这些地方擦掉。然后这个眼尾呢，你仍然可以啊处理一下，把它拉长一点。好，包括你像这种地方啊，都可以给它带一点点，可做可不做。如果大家只是先学一个结构的话，有这些东西就行了。啊，像比如说我刚刚就说了嘛，就是外国人很多那种下垂眼睛嘛，那我这个，对吧？我这个眼尾的线就可以往下拉，看到了吗？那这个就是啊，好，最后给你们画一个这样的，画一个极致一点的。如果比如说画男孩子啊，亚洲男生，画那种有点那种，比如说像宫二那样的，对吧？怎么画？我就可以用到这种平行四边形了啊。它的眼角你会想让它往上飞一点，或者咱们画个单眼皮。那来啊，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画亚洲人多一点啊，所以我们来画。如果你想画这种眼睛呢，我们就不要像画这种欧式大眼睛一样，不要在前面这里顶一下啊，这里就不要往上顶了，就直接平滑一点。把这个角啊切的大一点，让它是一个平滑的弧度。好，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画那种细长眼啊，男孩子细长眼，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给它压一下啊，可以给它压一下的，画一个这种人字形的结构，可以让它有内眦赘皮、上眼皮包下眼皮的这种感觉。好，然后这里是勾上去。好，记得啊，记得这个地方啊，眼尾不要急着，你不要把这个上眼皮和上眼线和下眼线画一样长，下眼线画短一点，早一点收回来啊。你看早一点跟这个眼尾去相交接，
不要真的画成一个角啊，不要真的画成一片树叶了啊。这里让它的这个人字形和入字形的结构明显一点。好，画完以后你这里可以再选择拉长这个眼线啊。如果我们要画那种戏曲感啊，对吧？比如说什么老公姐啊，就是男孩子啊那种侠士那种感觉，你可以把它再往上拉。你看这个眼线我拉的平一点，这个眼线我拉的勾一点。这种平和勾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男女的差异了。如果你要画男生，不要画那么媚，不要这样勾上去，稍微直一点拉啊，直一点去拉它。好，这里把它的眼腹画出来。好，内眼睑还是可以画啊。好，这些地方都可以给它稍微。好，如果你要画男生你就画一个霸气一点的眼珠，你可以把下三白画的多一点。你看下三白画多一点，怎么定义它的多？有的同学来，我用另外一个颜色给你们看。有的同学这样子画，你看差别在哪？好像这个眼珠的位置啊、大小都差不多，但是差别在哪？形状，你们注意到了吗？注意到这两个眼珠子的形状了吗？如果是紫色的这个，那它被眼皮盖住的就只有这么一小块，看到没？如果是黑色这个，其实它还有一半。你如果把这个形状补全，完形填空啊，你把它补全，差别在这儿，差别在这儿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画这种，有点帅气，有点阴险啊，有点那种邪恶、邪魅、坏坏的这种三白眼，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啊，不要往回勾啊，不要把它的这个，其实它这个形状你还是露出的太多了，其实还是已经露出了大部分了，你就让它被遮住的感觉多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半个像西瓜一样的感觉啊，半块，半个圆，明白吧？这个细节啊。所以为什么有的同学一样的，你觉得他眼白露的一样多，为什么有的同学看起来还是你画的那个人眼珠是个小眼珠？就是因为这些形状你没有把握好。好像这种眼睛呢，我可以没有双眼皮，但是我不能没有卧蚕啊。卧蚕这种东西是个好东西，建议给你们所有的角色都配上啊，人均一副卧蚕。只不过男孩子的卧蚕你可以不用画那么鼓啊，可以给它稍微窄小一点也行。人均给它搞上卧蚕。好像这种内眼角啊，有好几种画法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男孩子，我就画的尖一点可以。那回到这个女孩子这里，你如果想要把它画的可爱，还有什么处理方法？你可以让它往回勾，勾一下啊，这样子往回勾一下，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看到了吗？三种不同的眼角啊，三种不同的眼角，我把眼尾再画的夸张一点。那这个地方让它宽一点啊，尾巴让它宽一点，这里也是宽一点。我把我的这个线给它修一下。好，单眼皮还有什么处理方法啊？单眼皮还有什么处理方法？就是你画这么一根，你会觉得可能太无聊了，过于单了。那么你也可以画那种内双啊，微微的内双。那这种内双其实思路啊是跟这个扇形双眼皮一样的，只不过更窄。然后呢，你的双眼皮就是起出来的位置更靠后。你比如说从这个中段，对吧？因为我们如果画扇形双眼皮，你可能从前半段1/3你就开始双了，对不对？如果你要画内双啊，你可能从中间才开始，在它尾巴这里稍微画一个窄窄的，看，画一个窄窄的，这样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双眼皮，对吧？那它又是一个没有那么单调的单眼皮，get 到了吗？好，现在我们来画一下眉毛啊，你看这个眉毛就挺可爱的。好，眉毛我们单独开一个图层画，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去配啊，看谁适合什么眉毛。
像这种捞歪的眉毛啊，很好画。那建议大家怎么画？就配到它这个上面好了。那我把这3个眼睛再给它摆一摆啊，这样子摆一下，一个一个配吧。好，我现在给新建一个图层，我现在给它配个眉毛，配这个就挺好的。你看，哎，它俩还挺像的，连看的方向都很像啊。好，眉毛呢，我个人画眉毛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会这样画过来了，我就直接这样画过来了。但是你们可能不具备这种能力啊，可能大家还不具备这种能力，那怎么办呢？你先给它一个框架，先给它一个框架啊，还是先给它一个框架，比如说它的形状。你看这个眉毛，它就是属于一个类似三角形嘛。你首先定出它的长度，那它是一个前面平，后面往下走的。那么它的走势是不是接近这种？前面平一点，后面落下来一点，它是一个这样的走势，对吧？get 到了吗？在这种走势的，在这种走势的那个情况下，你再去看它的粗细，哎，它前面是类似一个三角形，后面细一点。好，你把这个框架打出来，再去画它就会好一点啊。然后如果你是眉毛和眼睛一起画的，你还要注意呢，你还要注意它们的相对大小和位置。那么其实眉毛会比这个眼睛啊要长一点的，所以我这个眉毛啊，你看我把它放的再长一点，我让这个眉头和这个眼角形成一个有点斜线啊，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好，我把这个辅助线放在这里啊，我再新建一个图层，我再新建一个图层，开始画毛流，开始画毛流。我们画，如果画大家就是新手的话，你没有必要从头到尾一路画下来，那样你容易就是走着走着走歪了啊。那么我们就用那种间隔法来画它，先定一下最重要的几根，你比如这一根前面给它定一根，你看它前面的毛流是竖起来长的，对吧？前面给它定一根，然后中间你看它是斜着，基本上是平了啊，基本上是平着的、斜着的、长长的，我们画长一点。好，到最后，你看到最后它的尾巴是平着的。我把这个辅助线给它不透明度压低一点啊，让你们看得清楚。好，接下来呢，我就用这种插空的方法，比如说每2个中间我再补一个。你观察它这2个之间的这一根的走向，是不是角度在这2者之间啊？它既没有前面这根这么竖起来，也没有中间这个这么倒下，然后这2个也是。好，接下来我就用我们的 CP 大法来，我们万事皆可炒 CP 啊。然后炒 CP 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就不要一根一根的这样去平行着画了，这样画就没意思。看，你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去画它没意思，对吧？那么这种毛发怎么炒 CP 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们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啊，找到好朋友，好朋友怎么找？你就让他们最后呢，两，然后2个、3个、4个一起都可以抱团。抱团怎么抱团？他们的起点可能不一样，但他们最后的走势是一样的，看到了吗？你就比如说给他找一个好朋友，你看他们在这里就交汇了，最后他们变成一根。那么这个眉毛也是，你给他找个好朋友，然后到这里到了交叉点之后，我们就不要让他再继续走了，那这个就是貌合神离。我们画头发毛发千万不要画交叉，大大的不 OK， 不要画交叉，要画交汇啊。这个就是交汇 ，Y 字啊、人字啊、入字啊都是交汇，然后 X 型不要去画它。那 X 型出现的太多，你的画面会非常的凌乱。所以我们要画组合，经常画这种。然后你看这个和这个的差别，看到了吗？看到这个上面2个的差别没有？就是它们的交汇点。交汇点啊，这个是到最后才交汇的。这2个人到了80岁才成为好朋友啊。那这个可能20岁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最后余生一起走过。你肯定是向往这种吧？最好不要相见恨晚啊。
不要相见恨晚的友情或者是爱情啊，还是早一点走到一起，早点认识啊，早点认识比较美。好，你看就这样让他们早一点认识。眉毛的世界里面允不允许三人的存在？可以的啊。那3个，再来一个也行。你看3个他们的你就让他的那个不一样，对吧？你就让他交汇点不一样，错综复杂，看到了吗？好，这样就有这种组合感了。好，中间你再添加一些新的嘛，比如说这里又长了一个，然后他带着他的朋友来了，这里长了一个，这里又长出来，他带着他的朋友过来了，get 到了没有？你看这个中间空这么多啊，空这么多，我们可以填一根，然后再给他找一些朋友。好像这里中间再空的可以找一些同事啊，你看它的起点就可以不一样，它可以从这里长出来啊，从这里长出来，把这个上面，因为你这样子去画它，对吧？你下面比较满，上面比较空，你看你这样去画它，上面空了的怎么办？你眉毛不是都是齐齐的从这条线开始长的，你到处长眉毛，对吧？你这些点都是可以生长的，都是你的生长点，你从这里长一根出来，从这里长一根出来都可以，只不过我们为了好看啊。为了画出来好看，长得不那么凌乱，我们就从这个中间的这些空的地方填一些。好，前面的这个眉毛它这个不全啊，我们就可以让它尽量成这种扇形这种发散的这种形状。你的眉头甚至是可以让它往前一点，但越到前面的眉毛呢是越弱的啊，我们画的短一点、轻一点、细一点，到中间这个地方画的粗一点。好，然后你看到了这个眉峰了，然后中间你可以来一些调皮一点的眉毛，比如说大家都是往这边弯的，对吧？大家都是往下弯的，你偶尔有一根往上，偶尔有一根往上是可以的啊，偶尔出现这种一点交叉是 OK 的，是给你的画面增加灵气的，但是不要太多的 X 型和交叉，会变得凌乱啊，灵气和凌乱也就是一瞬间，一念之差。好，上面到这个眉峰了，会有一些眉毛从这边开始长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你会注意这个地方很多人处理不好，因为它很多你看有一些眉毛还是从下往上长的，但是到眉峰又从上往下长的眉毛了，所以这里就会出现呢，如果有人画不好，就会出现非常多的交叉，看到没有？两边的眉毛啊，怎么办？你就提前安排它的走势。那像刚才的 CP 大法，我这样2个人可以走到一起，对不对？2个人可以这样走到一起，他们的路径是相同的。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和这边的人，我可不可以这样走到一起啊？那我虽然是我的起点从下往上，但是我从上往下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走到一起？我可不可以这样走到一起？最终还是走到一起的，发现了吗？也就是说，你避免凌乱的方法就是我可以有交叉点，但是交叉以后我尽量就不要再分道扬镳了，明白吧？你看我这边过来，我不要再分道扬镳了，我就交叉以后让他们拧在一起，这样就整齐了，就好看了啊。所以你看，像这边的眉毛，我提早其实叫规划让它躺平了，那下面的眉毛早点躺平，躺平了以后我才好和上面的眉毛，你看这样子画过来，它是不是就在一起了？就在一起了。对吧？这里你看，虽然方向不一样，有从上面下来的，也有从下面上去的，但它们交汇过以后，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凌乱的交叉，给到了吗？好，然后呢，就是画一点小的野生眉啊，小杂毛。你看，像这个眉毛，在这个框架之外，我把这个框架关掉，在框架之外，你可以用稍微细一点的笔触啊，然后去填充一些。你这样太整齐了，对吧？你看它的生长点太整齐了，我们拓宽它眉毛的宽度，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啊，来补充一些新兵蛋子啊，补充一些小的小绒毛。这些小绒毛呢，你也可以小小的啊，CP 从娃娃抓起，这种小的绒毛我们也可以让它有 CP 啊，也是可以让它成组出现的。然后甚至还可以再大胆一点啊，不要放这么大去画画啊，你们画眉毛什么不要放这么大。我是为了给你们看清楚我才放这么大的，我们还是要有个大局观，这样子去画就够了啊。你看它有一些眉毛就长在了这个眼皮很靠下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像这种下面的小毛啊，它可以
细啊，可以颜色浅，但是不一定都要很短，你可以长长的啊，你看长长的，分布在轻轻的分布在这个眼皮上，稀疏一点，稀拉一点，你可以通过粗细轻重啊来确认它们的主次关系。你像我这边虽然也画了很多这个毛，但是因为我画的很轻很细，所以你不觉得它会影响整个这个毛的走势，对吧？好，包括像这些地方啊，它的形状，你看这个形状，你可以再通过给它的好基友再找个好基友啊，好朋友再找好朋友，修饰一下，让它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形状看起来更好看。好，这个眉毛你中间如果觉得秃啦，或者是想要再多一点，你可以增加这种啊，你们画习惯了以后，可以都去增加一些这种毛的感觉啊，包括你看它这里还有一些从上面往下长的，这个就不多说了，没必要搞得太复杂，因为我们眉毛其实你在画线稿没有必要画那么细，因为后期你知道我们会做一个上色的动作啊，后期如果有一个上色的动作的话，它底下如果有一个颜色烘托一下的话，你前面不需要这么眉毛不需要这么多根，你看如果我有一个颜色，其实稀疏一点反而会让你的眉毛毛流感更强啊。好，那么这个眉毛画到这，我们再找一根啊，也不找了，我自己发挥好不好？自己发挥，给这个帅哥安排一个眉毛。这个帅哥的眉毛我打算怎么画啊？好，男孩子和女孩子，如果你们想做出差别啊，男生的眉毛我就建议你们眉毛的位置也很重要，我建议大家把眉毛的位置画的离眼睛近一点，这个叫做眉眼距啊，这个东西叫做眉眼距。这是框架啊，这是那个框架层。你给他一个这样的眉毛飞起来，对吧？好，这样子飞起来。然后呢，根据它的这个结构，当然你如果想要表达这个眉毛的宽度啊，你可以给它设计一个，比如说你要不要眉峰，还是想要它秀气一点，还是想要它就是那个魁梧一点。如果你想要秀气一点，你可以这样把前面设计的宽一点，后面就细细的，这是一种方案。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你想让它再man 一点，你可以把这个眉峰给它加粗，看到了吗？这两种方案都可以啊，这两种方案都可以。你们喜欢哪一种？你们喜欢哪一种？喜欢粗的就1，好不好？喜欢细的就0。好，我先把这个女孩子啊，我们给她搞一个，我看中了这个像小婴儿小 baby 一样的这个眉毛，好像也挺好看的。那么她搞一个弯弯的吧，搞一个那种古典一点的，好不好？不一样啊，它是比较自然的现代的眉毛，它是男孩子的，要么我们给这个女孩子搞一个弯弯的眉毛，古典一点的眉毛，这样喜欢0是吧？喜欢0的多一点。好，那就这样啊。好，让它这样一点。好，我们就把这个框架打好啊，我们来画它。你看男孩子啊，就这样飞上去，女孩子就弯弯的。你看这男生女生的眉眼距就明显不一样啊。好，你还是可以，那还是可以先给它定几个基调，定几个基调，让它这样子去长。然后呢，中间给它填充，再填充。好，接下来你就搞这种 CP 啊，
啊，如果你想得到一个精致的线稿，你就像我刚才这样画的细腻一点。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大感觉啊，我平时比如说打草稿啊，我就会粗略的，不会画的那么根根分明啊，就是这样子去画它。那你如果想要画出它有一点含恨的那种感觉，但男生的眉毛建议还是整体来说画粗一点，你把这边宽度往下延伸一点，它就粗了啊。好，给它一个眉峰的感觉。眉峰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画的，它不一定是有一个三角形才叫眉峰，那这个地方的毛流可以画的浓密一点。好，最后眉尾往上走。那这里可以添加一些小细毛，然后呢，它仍然可以用轻一点的手法，给它加一点这种小的野生的绒毛，包括这个底下都可以长出那种小野生毛啊。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宽度不够，那你就顺着这些前面的这些眉毛啊往下拉长一点，就把前面的宽度给加上了。但这个眉毛我觉得好像离眼睛太近了，可以稍微再拉起来一点，是吧？好，你还可以调整角度啊，这样一点。女孩子这种就是如果你要画那种古典一点的眉毛，怎么画它呢？就不要画这种立起来的眉头啦，让它眉毛整个顺一点，细一点，然后也不要有一个明显的眉峰。你比如说一开始你的眉头这几根毛就比较顺，然后一直顺顺的一直顺顺的。好，这样去画它。有的很多同学画眉毛画不长，什么意思？我不是说这个长度不长，我说每一根毛本身画不长。有的同学画出来就像什么样的？像这样。有没有人画眉毛画出来是这样的？有没有画出来眉毛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的眉毛每一根毛画不长啊？画起来像一把排书一样的，那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啊，角度出了问题。你理解的毛流是这个方向没错，但是人家比如说是30度，你给他搞了60度，如果你是这样的，你怎么办？让你这边过来的风吹大一点啊，这个风吹大一点，让他们都往下倒，你看每个都往下倒，看到了吗？看到这两者的角度不同造成的差异了吗？我这边每一根就可以画到这么长你如果竖起来，你又不想把眉毛画很宽，你的一根就很短，get 到了吗？好，这个角度你如果想让它温温柔柔的，你前面这里你可以有一点弯起来，让它比较温柔一点。那多画一点这种，那偶尔也可以画一点那种小跳皮飞出去不要太多。一般一根眉毛就是也不要就是间隔相等的地方出来一个比如说就在眉头的地方或者中间的地方有个一两处，一处就够了。好，记得这个地方是一般这种地方眉峰的位置，你不一定有一个很宽的眉峰，但是它的是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个地方的眉毛，我说呢，眉毛的感觉会深一点这边的毛是堆积的比较多的，所以这边可以颜色画的重一点。你看细细的细细的一根，它虽然细，但是每一根毛我都可以画的很长。如果你觉得太细了你就回来呢，把这些前面这些往那个下面再延伸一点，它就会显得宽一点。好，然后补充一些这种小野生的小胎毛什么的
如果你想要画出，特别是那种古典眉，它有一种画过的感觉，一根细细的，但是你又不能一根这样画过去，显得太假了。你就让它的眉毛像是粘在一起的一样，像是被手捏过一样，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它们这种交汇的地方，对吧？两两在一起交汇过的地方，你画的更粗一点，不是你画的更重一点，让它交汇的地方颜色更重，然后利用它这种交汇过的线排在一起的视觉效果，就好像画了一根细的线一样。然后越是到后面啊，你想让它呈现出一种很秀气的、很古典的感觉，你就让它后面尽量连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就这种感觉。好，关于睫毛啊，睫毛的问题就是我会放在后面的案例里面再单独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就画一个只有眼睛和眉毛的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把这个消化一下，因为我会给的比较多。因为如果我只演示一个的话，可能不会拖堂。我还是演示了3组啊，耳朵也画了2个，嘴巴也画了3个。鼻子是不是还没带画呀？但是鼻子的海鸥线和双 C 线，鼻子呢，我们下次画正面的时候我们再去画，因为鼻子是比较简单的啊，鼻子是最简单的，你只要掌握好那个鼻子的宽度就好了。我们今天比较难的就是眼睛。那我们下一节课学手啊，学画手。然后头发呢，虽然说是放在那里面了，但是头发因为没有画脸型啊，没有脸型，没有头型，其实很难单独讲的，所以头发我会简单的讲一下啊。然后下一节课我们主要是解决手的问题。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我看了大家画的都还不错啊，有很多人上课就跟上了，然后有一些同学啊，像这种画的都不错啊，但是你们要注意的是啥？画成这样子的，如果你觉得你和他差不多啊，你们注意的是用笔的轻重。你像这个就还不错啊，一定要注意用笔轻重。很多同学我感觉你们下手都有点重。像这个你的眉毛啊就太多了，你看这种根数太多了啊，就没有一个大局观。你尽量呢用少的，你看1、2，可能十几根主要的，你这可能有20-30根啊，可能有30-40根。就这样的呢，就是它和眼睛是不匹配的。你单看眉毛可以，你看这里的用线太细了，排的太密了，要稀疏啊，稀疏一点。那这个不要用太多根去画它。然后你画眉毛用到的那个笔刷的粗细，要跟画眼睛的笔刷粗细去适配。你不要说眼睛是一个体系，眉毛又是另外一个体系，那样就配不上啊。这个形状和它的那个毛流走向的方法是掌握了的，可以吧？然后其他的，如果具体的大家还想得到更多的那个指导的话，你们也可以课后去问大家的带教老师啊，大家都有配带教老师的。像这个就还不错啊。然后大家尽量画的时候注意多练习一下手上的轻重，因为我们的这个笔都是有压感的啊。那多多的尝试用什么手法？你看粗的细的线条，学会啊利用这个笔刷的粗细和下手的轻重去完成一个让一个画更有质感让你的线条看起来变化更丰富，粗细轻重，从这个方面多去练习。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喽，大家晚安啦，辛苦啦，你们听课也辛苦了啊，大家拜拜，我们后天见，晚安啦，回去再练一下啊，再练一下，再可以找一些照片什么的去练一练，或者把我这个再去发散一下，拜拜。